松原，熟悉的路途。干嘛呢？没点米饭吗？啊？我没点米饭啊？那我懂了，我居然没点米饭呢。煮点面吃吧，我们吃点面。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生活。深圳这天儿，你说它真的是一天冷一天热，一天冷一天热，你整不过来。哎，咱不知道咋回事，咱不知道它啥意思。这天儿咱哎呀，咱啥也不说，咱不说，这摸不透啊，咱这是啥玩意儿？电磁炉还有这样的灶台，好神奇，好神奇！神奇的点在哪里？好神奇，是哪里神奇？梦中老铁的刚醒，等着出火，结果是电磁炉；等着出火，结果是电磁炉。别吃草，有东西不吃，你咋吃草啊？你吃那个。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等着出火，结果是电磁炉。这是我妈妈弄的。哎呀妈，这块肉纯肥肉。我妈怎么寻思这块肉给我拿的呢？这块肉拿的真的是好奇怪。
想什么呀你？为什么会想你？作为一个电磁炉，你想什么？哎，别想了啊！想我揍你，把你换了。给你菜板。大肥肉给你。哎呦哎呦哎呦！这口面条不够。没有个伺候的，是不是？我在家里都是伺候别人的。啥时候有人伺候我？这两天我在剪那个新片子。中央。熊丸说什么开放买房子，你后悔吗？现在开放了买房子，什么时候开放了？那叫什么熊丸的你没屁在那块割了嗓子吧你？什么时候开放了？深圳什么叫开放买房子？放开了，你放开的呀？你是深圳人吗？你在那块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叫放开了？哪儿听到的？哪儿听到的谣言呢？这是前几天刚有文啊。那一看你就不是本地人哈，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就熊丸你这种人吧，我就发现你这种人，我们怎么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呢？你要知道什么？就是说发文了不代表他就执行了，能明白吗？一直以来都说什么那个什么政治的东西咱不说了，那一直以来都说完了，现在你看他实行了吗？那逼逼赖赖的你在那块儿。春节不出去玩，春节出去玩干嘛？很多东西是你发文了，你怎么样的，你都听到了，怎么样？你看到那个文章了，
那它跟执行是一回事吗？我告诉你，深圳这种地方你不限购不太可能啊。你深圳不限购的话，你想想这座城市，对不对？你想想这座城市，你怎么可能不限购啊？逼逼赖赖的啊，还什么后不后悔？你后不后悔？你过去的事你在那逼逼什么？对不对？你没有权利在那块逼逼。小梦丽能看了吗？能看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看。告诉你，就过去的事儿，你在那块逼逼什么？对不对？小胖是谁？谁是小胖？我身边小胖特别多。梦中央，煮方便面不是方便面，是挂面，还不如方便面。一周一集，是的，还不如人方便面呢。我这是挂面。在哪儿看？在这儿看，来，在这儿看。为什么那么多白头发？关你屁事！别没屁搁了嗓子。问点跟自己有关的啊！12分钟太短了，12分钟是有点短，但是我的剧不都是12分钟？我也觉得短，但是你知道，就是剪辑啊，12分钟能剪一小天儿，不是能剪一小天儿，能剪一个编。12分钟已经就是超出我的工作量，特别难剪这玩意儿。中央啊，咱没点那个什么，没点那个主食，咱把这个凉菜，咱把这凉菜放这里边，放在这个面里边，放在这个面里边，咱们就得到了一个什么？得到了一个，咱们得到了一个，这个是酱汁儿，咱们就得到了一个凉拌面。我真的是我太有才了，我的天，太有才了吧我也。这里边还有我刚才切的那个卤肉，我操，牛逼死了呀！油管内容一样的吗？一样的。唯独有一点点，它这个酱汁啊，太酸了。大哥那一段没了，不是没了啊！你要知道一个剧啊，它是一个剧呢，它有它的结构啊，它为什么没？它肯定有原因的啊，它有原因的，不用纠结没，后边它肯定还会有，它是一个剧，护大虎还有连什么？
什么算联系呢？就是我们有微信，有抖音，想看小茉莉自己去看啊，都更新了。头发为什么白了？问问你妈。在这看，在这看。点了加油站没出来什么？点了加油站没出来什么？点了加油站是什么意思啊？帅哥多少岁？我33吧。你看33。不知道哪儿看小茉莉的啊，在这儿看。卡爷什么几集出啊？他在第4集啊。第2集啥时候更？等那个弹幕超2000的，弹幕超过2000，周更。没弹出来什么？没弹出来什么？什么弹出来什么？我没听明白那个剑锋啊！你说话咋半拉柯基的呢？是中国人吗？很多外国的朋友啊。他说什么呢？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咱们很多国外的朋友。有超链接？什么？什么？他的意思是点了那个，他没懂，以为是个链接，点了就什么？他以为啊，那他不是外国人，他可能是老人啊，可能是老人。B 站是个软件，对的 ，B 站是个软件。台湾人说的话是 ，B 站是个软体，台湾的朋友，软体。为啥不放抖音？抖音不让放这种题材啊？为啥不多放几个平台？你们脑子是有泡吗？这种题材哪个平台让播呀？在这块问那些没屁割了嗓子的事儿，你哪个平台让你播？你现在回家敢承认你是同性恋吗？哎，看直播的是同性恋，敢吗？在那没屁割了嗓子，在那块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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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哔哔什么哔哔？分开啊！小蓝鸟吗？小蓝鸟是哪个平台？妈的是
妈妈，我开玩笑的，妈妈。上映了，上映了，上映了。上映了，在这看啊，在这看。你们都是外放，你们怎么那么胆大呀？看我直播你们敢外放？为什么每次看你吃都面食？因为米饭要做菜啊。一星期1集，也可能1星期2集，看反响。这个面好香啊，不吃不吃都坨了鸡吧。又吃面。我平时我爱吃打卤面，就是我爱吃那种手擀面、打卤面，还有那种就是刀削面，其实我挺爱吃的。这肉太肥了，跟你说。没有删减，就是你们现在纠结的就是什么？有的剧情，比如说那个大哥出现了，给大哥一个脸，然后没播后边内容啊，那是个设计，我只能说那是个设计。就像，就比如说啊，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因为你们看常规的电视剧看的就是以一个主角的视角，但是我这部戏啊，它不是以一个视角拍的，能懂吧？我这样说你们能懂吧？你们觉得奇怪，是因为一个剧里有一个主角，然后随着主角的视角往前推，或者说以上帝的视角往前推，它就一个视角。但我这部剧呢，是有5、6个视角，所以说它每一个剧情啊，要均给其他人，能明白不？啊，5、6个视角，每个视角都要有内容，能懂不？我这个我没办法解释啊，就是因为你们看这种剧也看得少，就是多看看韩剧啊什么这种啊，韩剧就会有这种。我觉得我没办法解释的。你懂，有人懂就行啊。咱们就是什么呀？咱们少看点那个什么在家阿郎啊，看这种片子，咱们多看看这种什么韩剧的网飞啊什么什么的，就那种东西啊。
你是韩国人，那我跟你说一段我们中国的话好不好？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记住我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黄龙江一派都带蓝牙。黄龙江化名我小舅，我亲小舅，那个张什么忘了。会不会后面剧情没的？你们要知道，每一条线的人都是主角啊。就是我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就是第一集的这个男主，你们看到是谁呀？就是你觉得，就是那个三太子，你觉得第一部的男主是谁呀？第一集的男主是谁？你觉得是谁？你没看，你逼逼什么？你给我滚，滚出去，滚！这个房东哪有房子？哪有房东啊？哪有房东啊？那个男孩，对，那个男孩租的房子啊，给我整出个房东啊！什么力上了啊？他们都在这块讨论剧情呢，这你能跟上课吗？人都在这块就是在这块课堂上讨论呢，你说你不看？这肯定是陆明正啊，陆明正是主角，但是下一集呢是那个小凯是主角，能明白不？啊，这么老了，你都活不到我今天啊！热心帮人修电脑呢？热心帮人修电脑是什么意思？修电脑什么意思？每一集是不同，对，你们能，哎呀妈呀，张多多可算是有个明白人，每一集啊，每一集它有不同的主角故事线，能明白不？就你们不看这种片子，你们就不懂他的这种方式，能明白不？就是有些人他看东西吧，他就常规的一个理解，他的一个见识，然后他就觉得说这部剧怎么这么奇怪？他不是奇怪，他是你没看过这个类型的剧，能明白不？就是你们的意识没有打开，就是剧它可以这样播，可以那样播，它可以这样的一个剪辑。你们就是看的东西太少了，阅片量太少了，能明白不？啊，对，哎呀妈，张多多可算是说明白了。就咱们就是什么，就是你看一部剧啊，你不能按照那种老眼光，我就会觉得说，我就觉得说啊，他怎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他咬舌怎么能自尽呢？对不对？他不能自尽的，咬舌不能自尽的。但是他影视剧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有的现在他不是咬舌自尽了啊，他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算了，咱不说自尽的事儿啊。过年，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进入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就是研发这个是阴间政权管着。
对啊，我解释不了这东西，这啊，啥好老爷们都被你们气拉拉尿了。死吧，快吃快吃！穿睡衣好帅啊！我不穿更帅。莫名像张百强，我像你爹。张百强是你爹呀，你天天念的张百强。你不这么认为？管你认不认为？这两天没去谈恋爱呀？反正我直播间的人嘛，都可欠儿可欠儿的。说我像这个像那个，我像你爹。想看第2集的龙二，你们去刷弹幕去啊！弹幕超过2000我就更。弹幕超2000我就更。上边图你妈接着吗？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记住我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我再背一下，我忘了。就是研发这个东西的原理，它是阴间政权管着呢。它为什么会有生灵给它运转鲜味？还有人说专门饲养它。为什么地下产这种东西管着它呢？说的是武士同堂旗下子孙。你以为我跟你闹玩呢？黄龙江一派全都带了蓝牙。王龙江化名我小舅，我亲小舅，赵金兰那个嫡子嫡孙。
不行，我得学学语气。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我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就是研发人就研发这个东西的一个原理是阴间政权管，知道为什么有声明给它运转先位，还有专门饲养，就是为什么地下产这种东西，他管着他是武士同堂旗下子孙。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你不警察吗？黄龙江一派存在蓝牙。黄龙江，我告诉你，在阴间是那个化名小六，秦小六，张明兰的那个嫡孙。看完他这玩意儿吧，哎，真是觉得自己还差点功力啊。是周更。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季如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多少集？不知道多少集，没讲完。没讲完呢。管多少集呢？你咋那么多事儿的？让你看你就看，你管多少集干什么？你干什么？多少集你不看了？下一集什么时候？下一集上一集什么时候播的？上一集什么播的？1周之后。嘚儿喝的天，问。Monkey Kiki 妈妈。看一下甲状腺，甲状腺怎么了？你是大夫啊，还是会大仙儿啊？你是？甲状腺的话会比较脾气暴躁，我暴躁是因为你这种傻逼才暴躁，啊，就是直播间里有一些傻子，所以我才暴躁，啊，而且呢，就我们东北人说话就这样，啊，就你这种傻逼死一死，哎，世界和平，能明白不？Monkey来。来，告诉你点好事。
想当玩具的，想当那个 monkey 的玩具怎么办？过来，告诉你个好事，来，过来。Monkey 是一个什么小动物？来 ，Monkey 给他露露脸。Monkey 来露露脸来。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进入给出原理，小的时候，它是阴间政权管理，知不知道？你有跟你闹玩啊？黄龙江一派全都带蓝牙。黄龙江化名我小舅，我亲小舅，那个赵金兰嫡子嫡孙。拉布拉多还是金毛？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什么叫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是毛短的，金毛是毛长的，它俩长得一样，但是呢，一个毛短，一个毛长。拉布拉多不攻击人啊，不攻击狗，金毛攻击狗，不攻击人。阿尔卑斯，来，阿尔卑斯来，还给来。纯黑的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掉毛严重吗？人不也掉毛吗？那你掉毛你就不痒了？你男朋友掉毛你就不痒了？啊？来，蒙 K 来，过来，来，过来，告诉你个事儿，你个事儿可着相了，快来，告诉你个事儿，来，过来，告诉你个事儿，告诉你个八卦，来过来，看这啥？看这个啥？谁的狗狗？来，过来，过来，啊！这边被人咬了，被人咬了。过来，过来。杀狗不犯法，杀人犯法。杀狗不犯法，你试试。杀狗不犯法，我让你死，啊，我让你被骂死，啊，杀狗不犯法，你杀狗试试，你全家不得好死。
杀什么都不对啊，在那口出狂言。哎呦，有人要杀狗，把你剁了，杀一杀这些傻逼，好不好？新年快乐，你也快乐。可以不喜欢狗，你杀狗什么不犯法啊？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呢？你个傻逼，你死一死吧！什么天地龙鳞，你是天地傻逼，你是，滚出去！250。上我直播间里，我他妈养狗，完了你在这块逼逼说，你在那块逼逼说杀狗他妈不犯法，你傻逼吧你！我他妈养狗，你说杀狗不犯法，我他妈杀了你！二逼扯舌的，虎逼字儿，怎么那么多傻逼呀、今天没看到我怼人了是不是？你死一死，好吧？你死一死。这个世界狗太少了，人太多了啊！特别傻逼人特别多啊！为什么要吃它？他没说吃，他说杀人犯法，杀狗不犯法。这我忍不了啊！这说白了就是情商低啊！你上人一个养狗的一个直播间里，人主播在那块喜欢狗呢，他说杀狗不犯法，怎么那么会说话呢？啊！脑子要不够用的话，你就是借别人的脑，啊！你这不神经病吗？你就是。嘴贱，我告诉你，就有的人就欠怼啊！你管说这些爱狗人士这么极端，我告诉你，这些爱狗人士啊，虽然说我也不算是那种就是特别夸张的那种，但是你就说，你就比如说，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事件吗？就柳岩采访那个就是那个陈凯歌啊。柳岩采访那个陈凯歌的那个事儿，陈凯歌拍完那个无极，然后柳岩在那个发布会上作为主持人一直在说，如果那个无极的那个票房不好的话怎么办？反正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更难听一些。然后那个陈凯歌直接就翻脸了。他妈的，我拍新剧，然后是发布会，然后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完了你到这来说那个票房不好，夭折了怎么办？你不脑子不好吗？所以说就是柳岩就是这句话他确实说错了，他被封杀是活该，能明白不？哎，就是你什么场合你说什么话，你在那块逼逼赖赖的，你他妈在那块就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你不被人怼，你活该你，对不对 ？B 站上我得去找，就在这儿上，就在这儿，这2个平台啊。脑子不好，你真的脑子不好，你这个没办法治了啊！让你爹妈生个2胎吧，啊！真是这样啊！油管是什么平台？油管你自己去百度搜，我不是百度啊。有没有新剧？有新剧，叫《小茉莉》，已经上了，在这2个平台看，每周几更，上那个
10号是周几啊？10号是周几？周六，那咱们周5更，好吧？哎，周日更吧，咱们周日更啊，大家有时间在家看。你周5、周6都没有时间啊，都出去玩去了。咱们周日更吧，好吧？你周5、周6放假了，都出去颠儿去了。完了，周日收收心，看看剧啊，然后美好的一周又开始了。是在 B 站吗？是在这儿，在这儿写着呢。打暑假工的话，可以去图图酒店打吗？首先，我的不是酒店。第二点呢，你打暑假工，你成没成年呢？没成年我们不用。不知道打工要成年吗？不成年哪个单位敢要你啊？对不对？新剧出了吗？出了，上了，自己去看啊，在这看，在这看。肯定成年的，恭喜。在娱乐圈里已经不算陌生，他不仅是一名演员，还是一位在社交媒体上有着极高人气的明星。最近，他在微博上的一次秒删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事件的起因是赵昭仪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夸赞自己的动态，但很快这条微博就被删除了。这一举动让网友们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赵昭仪会突然删除这条微博。
要学拳击，我没有变，我很累了。就是这1年多，其实到今天我们俩做这采访，我就感觉好累，不快乐。但总体来说不快乐，并且很痛苦，但我认为很值得。我没有变，我很累了。就是这1年多，其实到今天我们俩做这采访，我就感觉好累，不快乐。但总体来说不快乐。没有变，我很累了。就是这1。热辣滚烫，从票房来看挺麻了，但是我认为仍然是一部低级的电影，纯的大烂片儿。贾玲有时间研究减肥100斤，没时间写个好剧本，减肥成功发个微博就行了，不用非得拍个电影。为了赚钱编个自我感动的笑话，贾玲已经成为女版田思成。贾玲对电影的理解局限在小田思成闺蜜背刺女主，表年多。热辣滚烫，从票房来看举报他挺麻了，但是我认为仍然是一部低级的电影，纯的大烂片儿。贾玲有。不说贾玲，你有毛病你。时间研究减肥100。我把我那只猫带。飞驰人生。烂，太烂了！如果你还在犹豫春节看什么电影的话，今年春节档把我脸打得最狠的电影《飞驰人生2》啊，我看之前还以为是烂片呢，因为长干片你都知道，电影圈有一个续作定律，就是说一部电影如果拍出。救命啊，家人们！《飞驰人生2》到底有多好看呀？春节档里3平台评分最高，某瓣开分8.2，某眼开分9.7，某票开分9.6。刚上映1天。《飞驰人生2》看完了，感受。飞驰人生啊，能不能遇到贵人、运气啥的？你有这个想法，你就不对。你得先有能力，再碰到贵人。你啥都没有呢，你先想碰到贵人，那你去卖去吧你。你这个思想你就不太对劲儿啊你直接去那个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叫什么推油按摩疗养对，你去做这种东西，你有贵人我看你这种地儿贵人还多呢，因为有些人没出柜然后他就会找这种地儿，然后就发泄一下，你在这里能找到贵人。啥时候更新第2集啊？啥时候更新第2集？就是弹幕到2000会一点电子和编程，会一点那你就别出来了，你就在家那个创成业就好了。比如说帮那个家里那个干点那个就是家族企业产业之类的，说你会一点可不行，会一点真不行。我告诉你，就是出社会，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出社会一个用人单位，你可以不会，但是你脑子要好。但是呢，一般出来的人其实没有接受过社会的一个锤炼的话，脑子其实都没有被开发。我就这么说吧，就是社会比你们想象的节奏更快，没有时间，没有人有精力去教你，除非你值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说我是什么学校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然后那个就是我能学习，然后我心态比较好，但没有人愿意去教你啊，对吧？没有人愿意去教你。我是用人单位，你给你实习工资，然后我还得教你做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
这是耽误企业在发展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大学生一出来都是从那个打杂开始？给你东西你会吗？对吧？就是为什么从打杂开始？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就是你本专业的东西你也不一定会，你会的也没那么全，而且你学到的东西跟现实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只能从打杂开始打杂，然后每天就是看看别人怎么做，然后你每天拿着工资。其实用人单位，我说实在的不愿意用这种，真的不愿意用这种更何况其实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其实更看重的是一个员工的一个什么，一个就是适应能力和一个学习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的社交能力。因为所有的行业里边，最终大家还是要去沟通嘛，对吧？无论说你是内部的一个部门还是外销的一个部门，那你都是要沟通的你要是沟通能力不好的话，白扯。你可以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你要会说话主播现在单身吗？主播不单身。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我觉得挺正常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干不下去，但是我觉得你到处显摆就不对了。我干不下去了，哈哈，我干不下去了，有什么好显摆的？别显摆了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不用分享出来你干不下去，那人家就会觉得是你的问题我们都有就是干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说不要去说，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干啥不行不要去说你给介绍帅哥吧。什么呀？谁呀？给谁？谁给我还是我给谁？圈里结婚，我怎么看我喜欢30岁到40岁年龄的。什么意思啊？那个郭新宇郭新宇，首先我不认识你，第二点呢，就我有帅哥吧，也不会给你介绍。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也不能坑别人呢，对不对那个什么，我看一下，怎么看圈里结婚？圈里结婚顺其自然那你怎么办呢？有的人他不是说想结婚，他不得不结婚呢，那我怎么办呢？初次吧，慢慢就认识。谁要认识那个叫郭新宇的，你别自来熟，大家都很忙。你能明白不？就是没有人有这个精力去认识你。你谁呀？你首先你得先把自己亮出来，人家愿意跟你接触再跟你接触，能明白吧？上来我就是我喜欢谁，谁喜欢怎么的，你不用说这些东西，你得告诉你是谁。就是你想认识别人的时候，你先告诉我你自己是谁这是起码的礼貌最近还在持续创作，有新歌，马上就放了。圈子里大多结婚是被迫的吧？应该是吧？应该是。但是我奉劝大家一句，就是说，奉劝大家一句什么呢？就是，结不结婚的事儿，你们先别考虑过一段时间你或许有这个新的一个体会片头就是新歌，是的，茉莉播了吗？播了，都已经播了，在 B 站看。1周1更吗？是的。
就是我觉得结婚这个事，你像我之前我就会觉得说，结不结都行，后来就是不结，现在就会觉得说要个孩子吧，对，就每个阶段你想法不一样，你包括我，其实我现在对感情的态度也是一样，就是之前就会觉得说柏拉图，然后什么要一起奋斗，然后住在一起怎么样，但是后来我一想，就那些东西其实是你强加给别人的。我现在想想，就是说什么住在一起，我觉得住在一起那个都是没有的人渴望有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我为什么想跟别人住在一起，其实源自于就是我没有一个安稳的住处，所以我当时我想着说跟别人住在一起，这个想法现在想想就是多势利啊，对吧？那为什么我们当时就想跟那个另外一半就住在一起呢？对吧？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你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所以说你希望着就是说你男朋友有，完了你跟他住在一起，你坐享其成，对吧？就是现在想想是这样，但是你就现在说白了就是你想跟别人住在一起，但是现在的生活的人，就他不会像之前那么简单，就是说哎住在一起吧，不会，其实你要直面自己，就是你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就千万别说我要的爱情很简单，我就想跟别人住在一起，要不然我还是给你钱吧，你住外边吧。诉求不一样。现在非常迷茫，自己的目标不现实，找不到动力怎么办？你才多大呀？小哥哥住在一起，我可以帮你洗袜子吗？16岁找不到目标，非常迷茫，你死一死。建议呢，你现在就是从那个20几楼，然后跳下去，然后让你爹妈重新生一个，然后你下一辈子，然后你是个傻子，别想那么多。16岁你是不是有点精神病？你是不是你把脑子抠出来一些？对不对？你16岁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对吧？小茉莉上了。16岁你想这么多，有的30多岁还在那块就是吃喝拉撒在一屋呢，没必要啊。恶毒，我没有恶毒，我是会觉得这个小屁孩在这块16岁在这块想那么多，还问我怎么办？你说我能怎么办？我16岁的时候，其实我跟你们说实在的，我16岁的时候我也想很多。但16岁他就是很闲的一个年龄，等你20多岁的时候，你想这些东西，你才不想呢。对，你16岁的时候你有时间想，你20多岁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想想。你20多岁的时候你想着说终于下班了，我啥也不想想，我玩会手机呀，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才需要伤感什么温泉啊？16岁最快乐，16岁怎么能快乐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几个年龄，我觉得16岁是非常不快乐的年龄。为什么？又青春期，然后又迷茫，然后家里又管着，然后又对自己现在不满意，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16岁其实很难的。反正我16岁是非常不开心的一个年龄。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真的能感觉到，就是有一点点。20岁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啊，20岁的时候过得很，20多岁的时候过得很快，每天
睁眼睛就是工作，工作完了就睡觉，完了每天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那种生活状态，就不想什么。直到你25、6岁的时候，你会有焦虑了。25、6岁其实就是你刚出社会的时候还好，你出完社会都几年了，你没有成绩的时候会焦虑。但是25、6岁的时候，我生活有个转机。那我现在我会觉得，我25岁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25岁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生活当中出现了转机，我靠直播我赚到了一桶金，然后从此我就开始了就是每一年的变化。然后30岁以后我又不开心了，为什么不开心？30岁的时候，我持续了5年的那种状态的那种生活一下就改变了，因为我想突破自己，对。但是33岁以后，我就觉得说，30岁以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得更快。我的时间不像你们的时间，我的时间过得更快，就是压力，就是压力。我30岁以后，我压力特别大，就是每天有好多的压力在推着我走，但不是我自己想走，然后也没时间休息，然后也没有什么借口能让自己停下来，反正就每天都有好多的人在推着你往前走。现在我33岁、34岁，我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不满足，就是不满足。我现在就对自己的生活就感觉就是不满足，好像可以更好，就是再好一点，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年纪其实是在25岁左右，哪儿不满足，事业上的不满足，就是事业上金钱嘛，我觉得是金钱，你就是不满足，你金钱你还是不够啊。我就觉得30多岁了，你不上千万说不过去啊，但是我没上千万，不满足。对，我觉得30岁你要不上千万，你在一线城市你混什么，对吧？上百了吗？一线城市上百太简单了，大城市压力大，是你自己的压力大，就很不满足。对，其实就是会觉得说，哎，还想再往前冲一冲，也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你不进则退，就是会这种感觉就哎，好想再加把劲儿那种感觉，就是，而且你30多岁的时候是完完全全就是你被推到一个位置上，就是你被推到一个位置上，就是你被架在那儿了，没有人帮你没有人帮你，就是你也不能期待任何人帮你，然后你要去照顾很多人，就这种感觉。就30多岁，你20多岁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就你20多岁的时候，你能拉下来脸儿；你20多岁的时候，你可以就做好多事情，你有很大的冲劲儿。你30多岁没有了，
7、8年攒100万，7、8年攒100万，看你们个人的，看你们个人的这个诉求。所以我经常我在直播间里，我就觉得说，我交不到什么朋友，为什么呢？因为直播间里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跟你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是什么阶段，但是他们呢，就会在那块逼一逼，就在那逼一逼，这其实他妈混的啥也不是，在那块逼一逼，在那块在那块乱评论，说白了，我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是压根都遇不到你们这种人，啥也不是，对吧？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交流啊，真啥也不是，这也就是很孤独，在直播间里我会很孤独嘛，对吧？目标都不一样。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就是说生活里边会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危机意识？没有，连危机意识都没有，跟你们聊什么，对吧？看个剧都看不明白，真的。哎呀妈！有没有可能去酒吧的大多数都是这种人？去酒吧都是大多是这种人。去酒吧的跟你们不一样，去酒吧的是我的顾客，那我肯定得收敛一下自己，就是收敛一下自己就是不耐烦的心理。那都是我顾客啊，那是我顾客，那咱们就是哄着来呗。哥哥来杯酒吧，就那种，你看我在直播间里跟你们交流什么？交流不了，就是我跟你们探讨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理解，就是我说还处于这个阶段，我交流什么？然后就经常会把我，就是我每次我经常会在直播间里去跟你们交流一些东西，我特别真诚的在交流，然后就被一些评论就是无语到就是再也不想交流了，算了，不是一路人，算了，就是没，就是怎么说呢？就你说的东西他不懂，就是他就比如说我跟大家交流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跟大家说一个观点啊，我就说一个观点，就我喜欢华晨宇我喜欢华晨宇。然后有的人就在那块，就在那块华晨宇有什么好的？华晨宇的那个唱歌跟那个做法似的。我告诉你，华晨宇唱歌像做法一样，这个词都不是你说的，这个词是抖音上对他的评价，你都没有对华晨宇做出过评价，能懂不？就是你们的认知取决于抖音上的评论在说什么，你们没有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华晨宇我为什么喜欢他？因为我听过他的歌，看过他的那个就是综艺，然后就是看过他的那个都怎么样，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价。我听过他将近10多首歌，我觉得都是很好听的歌。但是很多人就是片面的因素，就是看到他那个，就是因为主流媒体就在黑他，然后呢，大家的评论都是说像做法一样。所以就是你们的评价就是他像做法一样，讨厌他怎么样，你们压根就没去了解，所以这些东西我就没办法跟大家交流。就举一个自己的案例，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就是那个圈子里就是说那个就是3个月算不算谈恋爱？算不算谈恋爱？就很多人网传，也不是网传，就很多人就是在抨击我说什么，说我那个谈恋爱谈的太多了，
就是很多人抨击我说谈恋爱谈的太多了，就是我这个东西我也没办法回复。为什么没办法回复？这个真不是咱显摆。我告诉你，就是有人吐槽我这个东西，是因为你们没有人喜欢你们，能明白不？就是你们为什么觉得我谈恋爱谈得多，是因为现实当中没有人喜欢你们，你们就会觉得啊他好多呀，他怎么样？因为你都没谈过恋爱，或者说现实当中你都是舔狗。所以你会觉得别人有这么多的恋爱，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恋爱？他一看就很乱。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正常的生活里边，大家谈恋爱不太正常了啊。有的人说是随便，那怎么能是随便呢？对不对？是因为你没有。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有人说啊，那你谈恋爱你就谈呗。你谈恋爱你就谈呗，那你为什么跟人分手呢？大哥，什么叫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说觉得 OK， 然后俩人试试，后来不合适了，正常的分手了，有什么错吗？我想问一下啊，有的人说，那你谈了就不要分手，他妈的，你谈完恋爱，然后你觉得不合适，你还不能分手，怕别人说你，觉得你乱。这么多不合适，不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你是个插销吗？人家一插你就合适了啊？这么多不合适，不反思一下自己，请问有人插你吗？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在感情和在生活里边，我们有自主的一个独立的思维，能明白不？我们是有权利去选择别人。你有对象，我告诉你，就是你为什么有对象？因为你怕被甩你怕没人要你。我告诉你，你对象说不定已经不爱你了，但是你都已经发现了，但是你装作没发现，或者说你没发现，但你对象早就不爱了你。因为你是个俗人，能明白吧？你不要觉得你现在有对象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没问题了。我告诉你，你有对象了，然后你这么容易的跟别人谈恋爱了，说明你随便，这才叫一种随便，能明白不？因为你没有机会去选，不感兴趣，其实是因为没有人要你，你没有勇气去选择其他人，能明白不？就从你这个名字爱生活的小绿萝，一看你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而且平庸的人，你怎么有勇气去选择你喜欢的人呢？对不对？我们分手了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或者是有勇气去选择别人。我们分手了，我告诉你最牛逼的是什么？我们永远在分手，但永远有新人。相反呢，是你压根你都不敢分手，因为你好不容易逮着个傻子，找到个瞎子，瞎猫碰着死耗子，对不对？我就很现实的跟大家说一个很现实的跟大家说一个点，就很多就是圈子里的一些感情很多圈子里的感情都是他发现他已经分手了，不是他发现他已经那个出轨了，完了不敢跟人分手就是很多段感情都是这样。他也在外面乱搞，或者说跟别人聊闲聊骚，完了发现了就说，然后哭金尿嚎的，然后就说就是那个舍不得分手，然后那个开放式关系怎么样？我看这种人最可悲。你在一起多少年，又有什么用呢？你这些是你想要的吗？国家给你补助你在一起多长时间，完了就给补助了你为什么不分手？不是任何人都跟你一样，我没有说跟你一样，我没有说让大家跟我一样，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个所谓的勇气，或者说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对。但是我就想说的一个是什么我就想说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你不分手你别骄傲，对，你不分手我说白了你就是你没有勇气分手，你不是说你什么专一怎么的，这跟专一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为什么就网上就一直在说那个我总谈恋爱总分手说我总谈恋爱总分手，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说我总谈恋爱总分手，然后呢，我还是在谈，我就这么就是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圈，就是什么喜欢，就是喜欢适合在一起是3件事，喜欢适合在一起是3件事。给大家心里默念三次的机会，喜欢适合在一起是3件事，喜欢适合在一起是3件事。我想让大家回忆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有对象的人，我就想问一下，你跟他是喜欢吗？是互相喜欢吗？你觉得就算互相喜欢，你俩是适合在一起的吗？然后你俩在一起了吗？就是你喜欢的人适合的人，但你俩在一起了吗？很现实的东西。不适合是不是？他只要性怎么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说我进圈08年15年了，我进圈15年，我谈恋爱唯独有一段感情是超过1年的，剩下都是3个月左右。为什么是这样？你们就是我现在我就可以很现实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15年的进圈经验，然后我只谈过一段超过1年的，但是这15年我几乎没断过谈恋爱。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喜欢的就是你喜欢的可能不适合你喜欢的可能不适合，就算是适合，然后俩人喜欢了又不能在一起能在一起的发现你不喜欢他隔一段时间你就不喜欢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有人说比较花心，我还是那句话回复你们觉得谈恋爱多了就是花心，其实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谈过恋爱，甚至呢就是你们没有人喜欢你们，所以你们会觉得谈恋爱谈那么多次就是花心，你就觉得说你只要有一次你都特别珍惜了，不是这样因为你没有，就像你没有谈恋爱，你就觉得恋爱是好的，这是你们没有的人的角度，但是我们有的角度，我们就是说多看一看，多选一选，多试一试，就这么简单跟你们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的先天条件不一样的，对先天条件不一样的那个进圈23年，2-3年还是23年？我这段谈了1年，这段谈了1年多。就你们可能觉得这些声音特别刺耳，
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们觉得谈恋爱谈得多了很乱很花心，源于你们没有人爱你们，你们没有机会去选。这些声音真的很刺耳，但真的是这样。现实当中你都说白了，你都不认识个同性恋，就算认识同性恋，人家看你一眼就这样了啊，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最刺耳的声音，但它就是真的啊。你们要直面面对这个东西。我不是说在打击你们，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说你们看贾玲这个事儿啊，贾玲这个事儿，就说实在的，我就为什么会就是很感动啊，人家真的在努力啊，真的在努力啊。选了那么多没选出，这个旅游站不住脚，选了那么多年都没选出来吗？什么选出什么呀？没看懂你们在说什么？你是大明星，你不缺人爱。我是大明星，也是我一步一步走出来。我说实在的，我现在拿出照片，我拿出这个10几年前的照片，你们会就看到一个干瘪猴子，然后满脸青春痘。对，就你的生活是一点一点变好的，但是你什么时候有这个主观意识说我要变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18岁左右，我谈过一个什么，谈恋爱不就是互相迁就吗？真正爱一个人会为他放低要求的。那个看男人专用号来，看男人专用号说，谈恋爱不就是互相迁就吗？真正爱一个人会为他放低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句话非常有毛病啊！就看男人专用来，我们把这句话来，咱们就是来，咱们先别刷屏。谈恋爱不就是互相迁就吗？真正爱一个人不会为他放低要求吗？来，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谈恋爱爱一个人会为他放低要求，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没有人愿意为你放低要求，就是你的视角不能说出来啊！你要为我放低要求，你凭什么？就是你这句话说的非常有毛病。作为我来讲的话，我可以为那个不如我的人放低要求，但是你不如别人，你不能要求别人为你降低要求，能明白不？看男人专用号，你能明白我这句话吧？就是能明白的扣个1。完了，我成舔狗。你不是看男人专用号，你这句话呀，你不是说，你看我跟你说话，你都听不懂什么意思。你不是舔狗，你是压根儿你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说的很现实，还是那句话，我再给你重申一下，你这句话说的就很有毛病。为什么很有毛病？谈恋爱不就是互相迁就，我为他降低要求吗？互相迁就，我为他降低要求，他为我降低要求，前提是你得优秀。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穷人爱上有钱人，那叫高攀，那叫贱，那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叫什么那个这个什么飞上枝头变凤凰，什么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痴心妄想啊，就怎么地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些特别恶毒的话。但是你要是富人爱上穷人的话，那是什么呀？那是就是美好的爱情，就是灰姑娘啊，我宠她，我爱她，怎么样？就是你首先你得是有实力的，然后你去下边往下走，不是要求别人因为你的低，因为你穷，然后人家要迁就你啊。你爸妈在一起不就这样吗？你问问你爸你妈，我那个看男人专用号，你问问你妈，你跟你妈聊一聊，你说那个你问问你妈，你就说那个你当时有更好的选择，你会选择我爸吗？
你妈会说，我他妈最后悔就是嫁给你爸了。你妈肯定这样说，我都不用想，你妈肯定这么说，他妈我这辈子我就最后悔是嫁给你爸。我后老悔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报应啊，我这是报应在你爸身上了，肯定是这么说，这都不用想。你妈要是有选择的话，一定不会嫁给你爸，就是有底气的话，能明白不？你能明白不？不是让你找金主，孩子，那个看男人专用号，我就是看男人专用号啊，看男人专用号，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的，就是说你压根不知道，你都看不清楚自己的情况。你现在眼睛还在看金主，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什么德行，你得往下看。你要是想找对象，你得往下看，不是让别人来迁就你，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让别人来迁就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找一个不如你的人，你才能找着对象，能明白不？你现在还在想说，我不要那个金主傻呀，找你。你不能有这种就是天方夜谭的一个思维，你要找的是说，你要想找对象的话，你连平等的人你都不要看啊，你要往下看，这样你才能找到对象啊，因为人总要吃点亏，你不能让别人吃亏，你没有权利让别人吃亏，你只能要求自己去吃亏。如果说别人吃亏的话，你可能是骗别人。能懂不？那个看男人专用号，哎呀妈，这，我就说有些人他活不明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啊。我们重回那个话题重回那个话题。你觉得一个人乱，是因为人家有这个条件好有意思，是不是？不是好有意思，我就说有些人他这，我就在想他干嘛呢？他活得挺开心的，他活得挺开心的，还挺开心，因为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他好像就是外界的声音他听不到了，不是传授经验，我是一棒子打醒你们挺开心不好，就会让你不知道天高地厚让你在直播间里大放厥词。我在现实当中我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现实当中我是一个特别怎么说，我是一个特别有距离的人。有距离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你知道，就是经常我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人跟我传授开酒吧的经验因为我是开2家酒吧，我开了2家酒吧，现实当中我开了2家酒吧，然后经常会有一些顾客呀怎么样的，然后就身边有一些人就跟我说酒吧，我觉得你酒吧应该这样开，我就这样开，然后我就在那块听，然后听完以后我就不耐烦了。我为什么不耐烦了？你们猜一下我为什么不耐烦了？因为我就觉得他说这些东西吧，在网上我都能看见我在网上我就能看到这些东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有几家酒吧了？他说我没有酒吧。我说你没有酒吧，你在这块传授什么经验呢？你看到那些东西，说白了只是看到那些东西，你真的做过吗？我说你知道一家酒吧的那个开店流程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你在这逼逼什么呀？然后他紧接着就用出一句非常那个道德绑架的话，
你看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不希望酒吧越来越好吗？你看你说这话干什么呀？我用你为我好啊，经常会这样。哎，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种人，就在那块对我的酒吧指手画脚、逼逼赖赖，说了一大堆。我没开过酒吧啊，我那个就去过几家酒吧，然后我看网上是这么说的，我就就是怎么样，我不干，我为你好怎么样？你逼一逼什么呀？你逼一逼。所以就是现实当中，我就是不愿意听这种声音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开酒吧的前辈，你说什么我立正在那块听着。哎，对，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哦，哎呦，是，哎，怪不得，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啊？不，我就，哎呀，我现在就挺犯难的，是吗？哎呦，谢谢，哎呀，今天学到好多，你知道吧？我现实当中是这样的人，就你啥也不是，你在这块就在那块逼逼，啥用没有啊？经常有人在直播间里在那块逼，我就说你现实当中干啥的呀？我是学生，我一下我就没耐心了，啊，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你，啊，什么玩意儿在这块装，什么东西你，啊，对吧？对吧？都在装懂，是不是？我就说，就直播间里大多数人我都交不了朋友的。你跟他们交流就是在那逼逼，没用。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你要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因为我在你是学生在向你请教呢。那个环123，你这个名字你都不洋气，你不要请教我了，我没有这么俗的朋友，你不要向我请教，对，你不要向我请教，教不会你这名字起的太 low 了 ，low，对你俩私信聊去，别在这块儿给我刷屏，好不好？咱们就是说什么啊？就是你们不要那个刷屏说那个就下载那个软件的事儿啊，你们可以说一说剧里的那个事儿，但你不要说那个下载那个事儿。下载那个事儿吧，那个平台不好，不好，什么名字洋气啊？你别管了，你不用知道啊，你不用知道什么洋气，那个平台就是不让那啥啊，不让那啥。来，我们再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话题。我觉得那个话题，那个头发都白了，心疼，你不用心疼我，你心疼一下你爹妈吧。张小生，我一看到这样的评论，我就觉得特别无语。我又没生你，没养你，你心疼我干什么？你心疼一下你爹妈，你爹妈头发也白了一大半了。我不希望你们在这块假惺惺的。能明白不？就真心话，就是说，哎呀妈，心疼我，你怎么心疼我？你给我转点钱呗，你刷点礼物吧，行不行？别用嘴说，我就不喜欢听到这种话。你干什么呀？你拿我当你养的鱼呢？你养的那些鱼，然后听你说两句是怎么样啊？就那个宝贝想你了，今天晚上想你想的睡不着觉，明天我会整个为你祈祷的。骗谁呀？那直播间里现在就能刷礼物，你给我刷个嘉年华吧，
缺了一件棉衣服。现在深圳老冷了，你整那些没用的干啥呀？哎呀，我的天！不明白，就是拿我当什么？拿我当，就像你，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容易被骗呢？就是因为你们爱听这些东西，你们爱听，就直播间里，宝贝，想宝宝了吗？我真的好想宝宝们，今天我那个，就是为大家，就是专门写了一首歌，对，对，我喜欢听这些东西，这恶不恶心啊你？你知道谁要在微信上跟我谈恋爱唧唧歪歪的，我真不行，我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就比如说，你知道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特别烦别人说那个吃饭了吗？我说还没吃，抓紧时间吃啊。就是我这种，我就是他妈别给我发这些东西，他妈的，就是我他妈抓紧时间吃，用你逼逼啊！吃饭了吗？没吃呢，抓紧时间吃啊，别把自己饿坏了，要早点休息啊！他妈的，我真的是，我就觉得谈恋爱你给我发这些东西干什么？就是我不是真实，我就觉得啊，是一个问号，我就说他们干什么啊？要不你就别问，问完了你就直接转，或者说订，你他妈又不是没我家地址，没我家地址，我这个那个微信也能收款啊？你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哎呀，我的天对不对？来，咱们回到那个话题啊，回到那个话题，就是说，我给大家说一下，被你看出来了，是的啊，就是太恶劣了。回到那个话题，就是我入圈我08年入的圈，然后一直到现在是24年，15年了，我进圈15年了。你看我进圈15年，我谈了无数次恋爱，基本上没超过3个月。然后我现在官方的数据是谈了6段感情，但是还有那些不算作谈恋爱的，就是在接触的6段感情，这6段感情只有1段是超过1年的，你们觉得这是乱吗？小健的问题，来，我先采访一下小健，我采访一下小健，你多大了？来，这个小健，我问你多大了？36啊，36。小健的问题是，就没有让你舍不得放手的恋情吗？小健，你现在有恋爱吗？小健别害怕，咱们就是真心交流一下。小健，咱俩聊会儿天，让他们那个评论区在这块逼逼吧。没有是吧？好，没有。小健36岁，没有谈恋爱，所以他问了我一句特别荒唐的话，就没有一段让你舍不得放下的感情吗？来，有没有谈过恋爱的？经常谈恋爱的？来，有没有经常谈恋爱的？来，有没有经常谈恋爱的？来，有没有经常谈恋爱的扣1？经常谈恋爱的扣1，来。来，经常谈恋爱的扣1，来。好，
来，小健，你看一下他们的回答啊。来看一下他们的回答，就是经常谈恋爱的人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经常谈恋爱的人给你一个答案。有没有一段让你难以放下的感情？你难不难以放得下，你都得放得下，因为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如果人家不同意的话，你不想放你也得放。谈恋爱不是说你不想放人家就不放，你俩就能在一起。这个问题给你解答了吗，小健？36岁的小健，36岁没谈过恋爱，没有人要的小健，你听到这个回答了吗？你能懂吗？来，这个36岁没人爱的这个小健，知道了，知道了，太过分了。对，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会分开，没什么用，因为没什么用。对，就是你舍不得，跟别人没关系啊，一点用都没有啊。好，我们再说回这个话题，就是说，我觉得我进圈到现在起码得谈过50、60个吧。我觉得我起码谈过50、60个，我觉得也不算，就是我觉得不完全统计，应该50、60个吧。现在我能想起来的应该50、60个，但为什么都不超过2个月就分开了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超过2个月就分开了吗？为什么？因为不适合。就是这个不适合会有2个情况，一个是他不适合我，一个是我不适合他。你们能明白吗？就比如说你有50段感情，然后有一半是因为不适合，然后就是这一半的不适合的原因有2种，一个是他不适合我，一个我不适合他。这回你们能懂吗？谈恋爱，我告诉你，你们就是说没谈过恋爱的人，就是没谈过恋爱的人会觉得不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但是就是说，其实不在一起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能明白不？就是我刚才说的不适合的原因都有25个。不是，都有50个。那你还想想，就是说还有的就是说不在一个城市，还有的就是说那个不喜欢，就是因为你们没谈过恋爱。就是现在有多少人没谈过恋爱，或者说在感情里是不是是个白痴的？来，现在觉得自己没谈过恋爱，自己是感情白痴的，请扣1。来，我看看，来，自己没谈过恋爱是感情白痴的，请扣1。那个向荣武士啊，向荣武士，你刚才不是说你自己他妈经常谈恋爱吗？你怎么哪儿都有你？怎么哪儿都有你？你是气氛组吗？哪儿需要你，你站哪儿？他妈，刚才我刚看你他妈举手扣个1，刚才我那个，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其实因为你们没谈过恋爱，因为你们没谈过恋爱，或者说你们在感情里没人要，是感情白痴，所以你们不懂感情是什么感情是什么东西？感情是2个人的事儿，2个人的事儿，你就想想，我给大家算一个数学题，所有的感情都是2个人的事儿，这是前提啊，前提，也就是50段感情里边要乘以2，
这个你们能听懂不？50段感情里乘以2，这样，因为我为什么要乘以2呢？因为就是说不在一起的原因大概有50个，但是这是你一个人的原因，2个人原因就是100个，100个不适合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不在一个城市那个什么不能在一起，他要结婚，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一个人有50个问题，50个问题，然后还要加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将近200多个、300多个问题。对，300多个问题组成了50段感情，你就随便就分吧，这300多个这个原因分到这50段感情里边，你就随便分，你就挨个分，你能分出来好多好多段问题。所以他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有人说，那你俩不在一起是因为什么问题？每段感情都不一样。能听明白吗？挺可悲的，你没有为别人妥协过。你看这个欢欢，你这个脑子就是你欢欢，你这个脑子我说白了，你是没出社会呢，就我还是那句话，来，我重新给大家捋一捋。50段感情是2个人的事儿首先呢，我们不这么说，就是50段感情，每段感情里大概分手就是不在一起的原因有3个。50段感情里，你单独跟别人分手的原因大概有3个。你看，无非有3个，就是比如说因为你们看问题就是看的特别的单一。比如说我这50段感情，我跟别人分手的原因大概有3个，每一段感情都有3个。第一个，不适合；第2个，他喜欢我，但我不太喜欢他；第3点，异地；第4点，他要结婚；第5点，他出轨咱们就说3个50段感情里，我每段感情里都有3个，那我就是150个问题，能明白不？那俩人就是300个问题，这300个问题平均分给50段感情，每段感情都有6个问题，你就挨个换吧，这6个问题。有人说有什么问题？感情里还有什么问题？来，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喜欢他，但他不喜欢我；他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他；他身上有异味；他背着我出轨；他在外面做零他不上进；他呢不给我花钱；他呢就是回老家结婚了；他呢不喜欢狗；他呢睡觉打呼噜；他呢不洗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喜欢就没问题。我操嘞！我就来小博哥哥来小博哥哥，我们针对小博哥哥展开了一个话题来，喜欢就没问题。请问一个人打呼噜不洗澡，然后回家结婚出轨，你还会喜欢他吗？喜欢就没问题，前提是你会喜欢这种人吗？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有喜欢就会包容，哎呦我的天，你们就在我告诉你们没谈过恋爱的，你们就觉得恋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喜欢就会包容。他妈的，人都有这些问题了，你还会喜欢吗？你们这脑子就是脑子，你们是脑子吗？就是他有这种问题，你们还会喜欢吗？
首先是他有这种问题，你会喜欢吗？就是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说的概念呢？就是就是你们这些就是在那块说冠冕堂皇的话，就是怎么会喜欢呢？就是他都有这些问题了，你们怎么会喜欢？就是你们的思维在哪里？你们有没有思维？就那些冠冕堂皇说这些话的人，你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你告诉我，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还是你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你都已经发现了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你怎么会喜欢？来，你们那些回答我。只能说太挑了，不是太挑了。我告诉你，感情不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有你在意的那个点，能明白不？我说的只是一个举例，你们就是要有一个，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就是说一个空间感。空间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这些是个举例。你们要通过我的举例去对号发现自己的东西，比如说你总会有你不喜欢的点，他恰好有这个点，能明白不？就比如说我这人我不喜欢打呼噜，我不是说我这个人我真不喜欢打呼噜，我这个人比如说我不喜欢打呼噜，他恰好打呼噜，这就是我不跟他在一起的点，能明白不？那你不喜欢别人那个，就是说睡觉之前不给你，不打你一顿你就希望别人睡觉打你一顿，然后他今天没打你，你受不了了能明白不？就那些跟我杠的人，你们能不能出来？你们别怕我骂你就是那些还没明白的人，你们可以出来杠我，来你们说一下，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不害怕，都是爸爸的爱，不怕爸爸给你们讲道理来，来，都是爸爸的爱，爸爸的心头肉，快出来吧，就是我这么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在意的点很奇怪，这样会出孤独终老的。你倒是不在意，你就跟公交车一样，每个人都能刷卡上去，然后还不让人下来。你这个大公交车，你这是免费公园行不行？你不是你不是，那你还是有的挑吗？你不是，我就想跟他不是交流一下吗？这能和你们交流一下吗？就是擦妈，能和你们交流一下吗？摩拳擦掌，擦不是说因为我给大家说，就是我给大家那个就是说一下我的观点，来，那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你没谈过恋爱，所以你会觉得感情就是1、2、3、4。因为你没谈过恋爱，所以你觉得感情是1、2、3、4。但是你要谈恋爱了以后，你会发现是1、2、5、6、9、10、11、23、25，它是没有规律的。你去算数题，你是算不明白的，你去找规律找不到的，因为感情它是两个人的事儿，而且两个人通过思维去进行一个这个变质，它是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它
它没有规律可循，对，它是一个就是没办法说清楚的事儿，对，它有化学反应，对，你怎么能去1+1=2=3=4这样的简单题去看它呢？因为每个人每个思想都不一样，他什么时候有不同的思想都不一样，所以感情是非常脆弱的。我就这么跟你们说，感情是非常脆弱的，所以50段感情，他10年谈50段感情，这是太简单的一件事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得有这个条件，让别人你能谈50段，像你们可能就谈不了，因为你们可能就是长得不太好，身材也一般，家庭条件不行，自己也没存款，不独立，那方面小短，然后还有一点体味儿。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我是会觉得是什么？就是感情里边，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们就会，你知道现在就是在深圳的小孩圈儿，因为大家知道我喜欢小孩，我喜欢吃小孩，就是大概20岁到26、7岁，就像这种年纪啊，我都觉得很好。对，就是在深圳，就是我谈过2、3个嘛，然后外界就传我是渣男，说一些奇怪的事儿。但是我想正式的回应一下，其实我不是渣男。为什么不是渣男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谈恋爱确实是很好，很开心，很新鲜，对，很多汁，很稚嫩，很光滑，很白皙，对，这，对。对，就是那种很有弹性，对，就是，但是你知道跟小朋友谈恋爱，跟小朋友谈恋爱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小朋友很真实，小朋友很真实，有的人是很有性格的。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在深圳谈的，我给大家算一下我在深圳谈的，别的我不说了，我就谈深圳这帮小孩儿。好，在深圳我可能谈过4个。4个，深圳我谈过4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那个，谈这4个，一个呢是我没来深圳之前，他其实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好像还比我大1岁吧，比我大1岁。我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太敏感了。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城市，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不在一个城市。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俩算是网友见面，然后就，可能算是约了一下，就那个词儿我不能发出来，约了一下，就是我来深圳这边，然后
然后有事儿，然后顺便就是因为我们俩之前就认识，然后就聊，然后就见面了，然后就预约了一下，然后后来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这人不约的，我不约的，然后我只有喜欢的人，我才会跟他发生一些东西，所以在他眼里可能那叫约，但是我不约，我只是会觉得说喜欢，然后就见面，然后俩人顺其自然发生。因为当时其实我已经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名气嘛，当时跟我回家系列已经播了嘛，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他见我的时候，他特别害羞，特别紧张，他都不敢看我。他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不敢看我。然后他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之前都是在手机上、在电视上看你，没想到就是见到你了之类的。后来其实我们在一起大概2天的时间，我就走了，我就是离开深圳了。谢谢这个小谢。离开了以后，其实我离开他，就是离开深圳之后，其实我俩应该是有想法要在一起的。其实当时是有想法要在一起的，但是呢，当时我回北京之后，我谈了个恋爱，很突然的。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在意他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俩就是不在一个城市，也没有说正式的想在一起那种状态。反正就是回北京以后，我谈了，谈了之后，他其实就挺失望的。后来呢，就是我跟那段感情很快就分手了，大概3个多月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呢，然后我又闲跟他聊起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谈恋爱这段时间你知道吗？他说知道。他说他还有点小生气。我就因为他生气，然后我就觉得好愧疚他，因为当时确实彼此有好感，但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后来我就很愧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疫情，我说圣诞节你干嘛呀？他说我不干嘛，因为那个时候是10月份左右。我说你圣诞节干嘛？他说他不干嘛。我说那我去找你过圣诞节吧。他说好啊，哈哈哈。但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就说而已，但后来我真去了以后再见面以后，这俩人就挺喜欢的，然后就说到说在一起。我说好，那就在一起。在一起之后，我就又回北京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工作可不可以辞掉？但是他是在国企，他就有跟我说，他说他也可以去北京工作的。然后我就挺开心的，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因为是疫情的第1年，然后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疫情期间还是见面的那种，对，还是见面的那种。然后再加上当时疫情，就我们刚在一起，然后就疫情了，然后我就有点那个想的之类的，然后我就想去找他，或者说让他来找我，但是他就一直怕的要死，他就不敢。而且因为他是国企单位，他就不能出市，因为他在那个深圳嘛，他就不能出来。他出来的话，那个什么码又蓝了又绿了又红了又黄了之类，反正就一直见不到。然后直到有一天他买那个，因为他那一年刚买新房子，他买新房子之后呢，他就买那个新牙刷、新牙膏、新那个刷牙缸之类的。他在网上问我，他说：“老公，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好看吗？”我说挺好看的呀。他说那我就买这个了。
我说那个多少钱啊？他说现在便宜怎么样？后来我就跟他聊，然后我就觉得他只买一个。我说我来买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每个东西他只买一个，就说明他的生活里没有我。然后我知道以后，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你们能懂不？就是在我的思维里边，在我的思维里边，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然后还说俩人要就是在一起那个生活。然后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还给我看一眼，完了你还不给我买，或者说我买的时候我才发现你只买一套，我就心里有点不开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个现在疫情没那么严重了，我说我去看看你吧。他就各种不能来呀，害怕呀，怎么样？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要处了。特殊时期咱俩就不要处了。你要是说那个，对吧？你要是说那个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你要在一起了见不着，挺难受的。我说不要在一起了，就这样我就没跟他在一起了，就这么简单，我就没跟他在一起了。我说的，就是会觉得好像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对，反正就没跟他在一起了。没在一起之后呢，后来还是朋友嘛，就是还不是朋友，就是还有微信嘛。有微信以后，然后同年的8月份，然后就是疫情又好了一点，然后那个我有朋友要那个他去上海迪士尼，然后我就陪他去了一次，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后来我一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深圳这个小孩了，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就说还没有带他去过迪士尼，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这些人的人，就喜欢这些东西的人，我就很想带他去迪士尼。后来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宝儿，我说天气也变暖了，我说那个疫情也没那么严重了，我说过一段时间我要去上海迪士尼，你要不要去？我说答应你陪你去的。他就挺感动的，他就说哎呀，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说记得呀，我说你来呗。然后就这样他就同意了之后，我就去上海去等他，提前1天我去了，我就在那等他，然后我就开好酒店，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就晚上的飞机，他下飞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宝儿，我那个到机场了。我说哦好，然后紧接着那个我就陪他吃了个饭，逛逛街，然后啪，然后那个就是还挺开心的，就是恢复到之前的那个状态了，然后又觉得说俩人还是互相喜欢的，当时就是互相喜欢的一个状态。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们那个酒店就是正能看到那个就是东方明珠，那个算是上海东方明珠附近最高级的酒店了，叫博悦酒店啊，上海博悦。然后我就因为我俩吃完早餐在那个就是吃完早餐以后，然后我就抱着他在那个看着那个窗外的景色。这个时候我的好朋友就给我发微信，他说
他说我刷到你前任了，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俩复合了。他说我刷到你前任了，我说啊，他说那个他那个打开小红了，定位在上海。就是你们听到这儿了，你们会什么反应？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刷到我的前任，也就是跟我就是在东方明珠，然后刷到他的小红定位在上海。就你们什么感受？你的朋友真是非，是的，我也觉得我的朋友真是非，反正就刷到了，对，然后我知道了以后，然后我就挺难受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有个朋友刷到你了，定位在上海。我说你来上海到底干嘛的呀？因为他来上海之前，他跟我说一下，他好像跟我说他好像有一个前任在这边。我说你来上海定位你是来见他的吗？他就跟我道歉，他说哎真不好意思，他说他拿小红当做微博一样。他就到哪儿吧，他都会打个卡，然后发在小红里边发自己的照片儿，对，拿这个当朋友圈儿。因为我没有软件，我不懂，但这个理由吧，我也将将巴巴能听懂。唉，对。但是我说实在，我不太喜欢啊。小红确实约得上，但我不知道。对，我就是总觉得疙疙瘩瘩的，不是小红书，是小红，是阿罗哈，小红就是阿罗哈，是那个就是圈子里的软件，它不是小红书，它是小红翻卡，对，现在叫翻卡了。对，反正我就挺不舒服的。后来他回去以后，然后又好长时间没联系，然后直到后来我就接了这个酒吧，然后我就来深圳了嘛，这真的是机缘巧合，也不是为他来的。然后机缘巧合，我就又来深圳了。来深圳以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来深圳，然后他说干嘛？我说要接酒吧。他说真的假的？他就觉得我在骗他。他说我说真的。然后紧接着我来了以后，然后他就特别热情，那个感觉他还是拿我当男朋友啊。他还是拿我当男朋友啊，不是，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中间还有个事儿，就是后来我来深圳来演出来了，我就告诉他，然后他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就跟他，就我来演出的时候，他就全程陪着我之后呢，然后我又见到他了，我又像男朋友一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当时是元旦他有34天假期，还是5天假期我忘了，反正元旦他有假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因为我演出的时候是有那个出场费的嘛，然后我就赚了几千块钱，我说这几千块钱也没啥用，我说出去玩一玩吧，我带着你出去玩一玩。他说去哪玩啊？我说去成都。后来他说什么都没准备，攻略也没准备，衣服也没准备。我说别准备了，咱有钱说去哪儿就去哪儿。结果就带着他去成都了。
去成都，因为成都到深圳的那趟航班也没多少钱，然后我们就买的头等舱，好像他也是头一次坐头等舱，坐在头等舱，然后我手牵着他，他是看着我，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就是曾经的事儿，聊着聊着他就哭了，他就被我说哭了，说哭以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说，好像就是自己想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去成都，然后就玩的特别开心啊，然后也就像情侣一样，每次见面我们都像情侣一样，但是离开以后就是像陌生人一样，反正就是成都玩了3天特别开心，然后酒店机票都是我出的嘛，然后直到从成都离开之后，从成都就是上飞机，因为我俩不是在同一班飞机，因为他要回深圳，我要回那个北京，我就临上飞机的时候还流连不舍。后来我上飞机了，然后飞机马上起飞了，我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微信上给我转了2000块钱，他微信上给我转了2000块钱。我说干什么？他说这2天花的钱，我和你 A 一下吧。你们懂这种感觉吗？我说好吧，我说我接了，就本来挺开心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后来机缘巧合，就大概就过了1个多月，然后我就把我演出的那个酒吧给接手了，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又对我特别热情，我们又见面了。他这次热情到让我住在他家里边，住在他家里边，他新买的房子，然后住在家里边，然后每天都对我非常好，就是每天因为我喝多了，他就等我下班，因为我刚接酒吧，肯定就是每天都应酬很晚。只要我回家，然后他就因为他打呼噜，然后他怕我睡不好，他就每天都坐着睡，因为坐着不打呼噜，坐着不打呼噜。然后每天我下班的时候都能看到他坐在那儿等，就是坐在那儿睡觉等我。然后每天我起床之后，床头柜都有一杯水，有一个今天我要穿的衣服，他都给我准备好。然后那个时候特美好啊，你知道吗？特美好啊，就特美好。你想想，每天就是因为我喝酒喝的非常多，然后每天早上都有一杯水放在床前，然后还有今天我的干净的衣服，特别美好。然后他还帮我找房子，他帮我找房子，因为我肯定不是要住在他家的，然后他就帮我找那个我自己要租住的房子，他也是帮我安排好。直到有一天我俩在那个床上在那腻歪，有一天
7点多，晚上7点多，因为我正常我是9点多我要去酒店酒吧的。7点多我俩在那腻歪，突然有人按门铃，因为他没有出柜，而且他特别怕出柜。他妈妈还是个就是强势的女人，所以有人按房门的时候，按门铃的时候，他是吓得要死。然后他赶紧去那个门缝，就是门的那个猫眼上去看，不是他妈妈。如果是他妈妈的话，应该就直接进来了，是他邻居家的阿姨。然后他就看了一眼猫眼，他说：“你先去卫生间，你先去卫生间，我去卫生间。啊，我去卫生间，我去卫生间，你等会儿看，我先去卫生间。好，等一会儿，就这样，我就去卫生间。然后因为着急啊，因为那个时候是2、3月份的那个深圳，天气还比较冷呢。”然后又没有地暖，着急，然后又没穿拖鞋，然后我就躲进他那个主卧的卫生间里面了。那个卫生间里没开灯，灯在外边，然后我又光着脚在地上踩，那个地上拔凉拔凉的，我还不能发出动静来。然后那个还是电动马桶，电动马桶有感应的。那个厕所特别小，我只要稍微动一下，那个电动马桶就会有声音，然后自动冲水。然后我听着外边在那块，就是俩人在那块聊天，然后我里边在那块动脚，在那块站着，只要动一下就有冲水声，我都不敢动，脚冻得冰凉冰凉的，然后还漆黑。然后大概就是5分钟了还没走，我就给他发消息，我就给这个小孩发消息，我说那个怎么还不走啊？他没回我。后来15分钟了还没有，半小时了还没有，我整个人我撑不住了，我在厕所我站了半个多小时，将近40分钟，脚冻得拔凉拔凉的。我在绝望中，我听到了门的声音。他这个时候开门，他说：“不好意思，让你站这么久。”我真的，我就是脸，我就是真的，我脸我已经装不出来了，我整个脸我就拉了的，比长白山还长，脸黑的。然后我就赶紧出来，然后我就坐在床上，然后我就捂自己的脚，然后我不说话，因为我这个人，我生气的时候我不说话，我有点冷暴力，我不说话，因为我一说话，我可能就是比杀了他还难受。对，反正我就没说话。我就在那边穿袜子，我边往外走。我说哎呀，酒吧来不及了，我得去上班了。他说你都没吃饭。我说随便吃点啥吧。然后他说那我陪你去吃。结果他就跟在后边，我就往前走，他就跟在后边。然后他也不敢说话。后来我们吃的猪脚饭，然后在饭桌上，因为我在那个外边的那个小店嘛，在饭桌上我就问他。我说怎么聊这么久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邻居家的那个阿姨不知道为什么聊这么久。我说那你就让他早点走啊。他说我说了，但是他不走啊。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你就说你要出门，然后你就想办法，你先出门，然后赶他出去，然后你再回来不就好了吗？然后他听我说这些，他说：“哎，对不起。”我就真没办法。你说这我有什么办法？你说我能教人做事儿吗？
但我确实挺无语的。你们来评价，就这个事儿是谁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是不是在大街上，因为他很怕自己出柜嘛。我说是不是在大街上，你本来跟我走的好好的，突然看到一个同事要走过来，你是不是都能把我推到那个地铁轨上？我说真的，咱俩要是走在地铁边上，你要看到迎面来一个熟人，你直接就把我推到地铁那边去了，能让地铁能撞死我。真的，这其实也不是我俩分手的原因。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俩人可能就是因为后来我也搬走了嘛，因为我自己他给我租的房子，我就自己搬出去住了。我自己花的钱啊，就是他帮我找的房子，我自己花的钱，然后我就出去住了。出去住以后，可能来往就有一点点少了。直到有一天他发烧了，然后我就带他出去吃点东西，然后感冒了，然后我带他吃一点东西，然后晚上他就到我那儿去睡的，然后俩人也是之后，然后我就说那咱俩还是好好在一起吧。你看咱俩这么长时间，断断续续也1-2年了，我说还是这不彼此还是喜欢彼此吗？然后他也哭了，我说那就复合吧，我说复合好不好？他没回应我，他也没说复合，他也没说不复合，他不说话，他就不说话。不说话，其实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怎么的？你还要考虑考虑啊？或者说你还有其他的选择是怎么着？我寻那你不说话，那我也不逼问了啊，我不强求。后来你知道，就是后来是因为我演了芝麻以后，就不小火了一把嘛。然后有一个影视公司的大佬，通过我北京的朋友想见见我，结果我就去北京就见了一面，因为影视公司的大佬呢肯定对我以后有帮助的，然后就见了我一下，然后就表达了喜爱之情。但我见到北京大佬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北京大佬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说那个，当然他有家庭，我说没关系，我说我想跟你在一起，就这样我跟北京大佬就在一起了。回来以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小孩说了，这小孩非常生气，失望加生气，就说啊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怎么样？我说你真的很奇怪，我说我让你跟我复合，你不跟我复合，然后我跟别人在一起，你又生气，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你在玩什么？我说你很莫名其妙。他跟我生气以后，我更生气，渣男的自我美化。我是你爹嘛，我得照顾你妈，我不用照顾，因为他不跟我呀，对吧？我速度快是因为我们彼此就是有，怎么了？对吧？你们觉得速度快啊，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没有跟他在一起了。对，小孩的问题怎么能是我的问题呀？对吧？我特别能理解你对象的状态，我理解不了啊，我真的理解不了。我就觉得说，要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我跟别人在一起你也别管，
我他妈上赶着他妈无数次跟你说复合，然后你不复合，然后净他妈做对象的事儿了，完了你他妈耍我呢，对吧？我觉得脑子非常有问题。后来我就没跟他在一起了，就这样我就没跟他在一起了。你就说这个分手跟我他妈有一点责任吗？这是我只是在深圳的第一段，我还有3段，就这段感情我总结就是他妈的不合适，就是他妈的不合适，对呀，这他妈不是不合适，这是什么呀？在那块你来我往，啊，什么就是，哎呀，就那个感觉呀，哎呀妈呀，就那种感觉，我说他在干什么？都1年多了，还他妈没有好好在一起呢。对呀，后面北京大佬跟俺是这，北京大佬那是后话。我跟北京大佬在一起7天。好，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跟北京大佬在一起7天，然后一次关系都没发生。北京大佬也是1，我也是1。然后本来我觉得我可以为他妥协，但是后来我觉得北京大佬太强势了，因为他是大佬，太强势了，就没在一起了。后来就是现在还是朋友，就是亲了，但是没发生关系。俩一怎么在一起啊？再一个，他虽然说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感情里不是。就是我们可以聊电影啊，我们可以聊电影，我们可以聊艺术，我们可以聊美术，我们都可以聊。就是，但是感情里边，我就觉得他感情里边就是有点霸道总裁，就不行。在一起做了什么？就是你们会看到小茉莉里边有一个片段，就是说，下海就是坐游艇，那就是我们做过的事儿。就是他带我坐游艇，然后喝香槟，吃火腿。我不喜欢霸道总裁。对，我不喜欢，所以我以为。就是其实我跟那个就是深圳这个小孩分开，不是因为霸道总裁，怎么可能是因为霸道总裁？我跟他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小孩他妈犹犹豫豫、磨磨唧唧，我真受不了这种事。就是我觉得，我就觉得这个深圳这个小孩就是他妈，就是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就是你想在一起又不在一起，就是什么那个想复合又不复合，然后天天他妈行苟且之事，对不对？你干什么呀你？对吧？这个小孩真的不行，我这不喜欢。就我能感觉到这个小孩喜欢我，但是我就不喜欢这个小孩这个状态，就是哎呀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就是磨磨唧唧，干啥都磨磨唧唧。你像你在一起的这么1年，接触他妈1年半，将近2年了，怎么的还说不清楚了？他就是不行，这个人他就是不上道。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没意思。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也是粉丝。我来这边怎么就是我来这边我来深圳谈了4个恋爱，只有1个不是粉丝。对，第2个也是粉丝，但是他其实是那个顾客来的。我开酒吧以后，然后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就有一个顾客。这个顾客呢戴个小眼镜，然后白白净净，然后有点小胖，然后也是挺我的菜的，也是23岁左右。你们会发现，就是我在深圳这边谈恋爱，平均年龄是25岁，
其实都是23岁左右，但是因为第一个年纪有点大，把平均值拉下来了。第二个他也是粉丝，然后他就来消费，来消费，我来消费来消费以后，然后那个他就因为我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他没什么钱，但是他因为我的缘故，他点了一瓶1000多块钱的酒，点了1000多块钱的酒，后来他就喝，然后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没什么钱，我就没让他花钱，然后再加上有一大帮朋友一起喝，我就带着他喝，结果那天他就喝多了，喝多以后，然后他就在酒吧喝多了，然后我们又去吃宵夜了，然后结果我就寻思带着他吧，因为他在那边喝那么多也不行啊，我就带着他，结果我们在这吃宵夜的时候继续喝，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吐桌子上了，特别丢人，他吐桌子上了，他整个在睡觉，然后结果吐桌子上了，然后我就不嫌脏的就给他擦，然后收拾，然后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在照顾他。照顾他之后，我就把他带回家了嘛，因为没地方去，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家住哪儿，我带回去，因为像我这个年纪也不会乱做什么事儿，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年纪他妈见小孩见的他妈比那个出租车还多，就把他带回家了。带回家之后呢，我就给他擦擦洗洗拖拖，然后他就睡觉了，他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因为我也喝多了，然后我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上班然后他就没走，没走之后呢，就是第3天我就让他走了，因为我觉得你不可能自己没家呀，你住我这儿也不好啊，咱俩也没怎么着。后来他又来我酒吧，然后他又喝多了，又让我带回去了，带回去我也没法是什么。然后他第2天他就说那个，我说你不上班啊？他说他把工作辞了。我说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在找工作，他说他想上网课学编程，叫那个什么编码。我说那你上网课你不工作你哪来钱呢？他说我再找吧。我说那这样行不行？因为我觉得这小孩挺好的。我说这样行不行？我说我平时工作也忙，需要一个帮我遛狗的，再帮我打扫卫生，然后呢我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你要是想跟我一起住呢，你就住我那屋；你要不想住呢，你旁边还有一个屋，你收拾出来也能住，就看你怎么选。反正就是，我觉得学习的孩子我挺鼓励的。对，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呀，就是没什么。对，反正就给他5000块钱，我就让他做这些事儿。结果他就选择跟我一起住，然后每天都是那种像个孩子一样。我说实在，他给我的感觉像我第4任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像我现在这人特别像。就他是会那种特别小孩子，然后就在你怀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跟我现在这人算是爱情，跟他那个时候你看我跟他在一起认识都半年1年了，我们都不是半个月1个月了，我们都没发生关系，就确实挺好看的，而且感觉特别好，但不是那种可以那个的关系，然后就不对劲儿嘛，接过吻，然后也不对劲儿，就感觉接吻的过程也不对劲儿。后来将近
快到1个月的时候，我俩就那个了。那个之后也不对劲儿，我就感觉他不是我心中的另外一半，所以就那个一次之后，我就不再想这个事儿。后来他就帮我打扫卫生，然后遛狗，然后店里不忙的时候，他要去店里帮我忙。然后他就不看书，你知道吗？我就发现他不看书，你肯定那个了，别撒谎。我跟你撒什么谎呀？你谁呀？那个 Super 什么 Star 305宝，你请，就是我想让你知道一下你是谁呀？我跟你撒什么谎？你以为你是谁呀？就是我会跟认识的人或者说重要的人撒谎。你是个粑粑啊！我跟你撒谎。叫什么蓝战飞？你是个粑粑啊你！你别给自己贴金了啊！来，咱们继续往下聊啊。反正就是什么呢？就是后来他就帮我忙活，后来我就发现他不学习呀，他也天天在家也不学习，天天就是他妈就跟那个就是还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他愿意抽烟。就是因为他没事去酒吧那个忙活，然后他认识了一些人，然后那些人抽烟，他也跟着抽烟，我就给他骂了。我说谁让你抽烟的呀？然后你知道，就是我骂他，我身边人就说你怎么那样说人家？我说他妈的，我是为他负责任。我说他不认识我的时候他不抽烟，他认识我以后他在我酒吧学抽烟，我他妈这不害了他吗？我就给他骂了以后他就开始怕我之后，然后他就天天想去酒吧玩，你知道吧？就小孩子，你看23岁，他就是玩心特别重，就是你说的都是别人不好，你咋那么完美呢？我没说我自己完美啊，但是你是真的垃圾305，我他妈讲故事，我当然他妈说这个事情的一个我的角度，我他妈站在你的角度去看吗？傻逼吧你！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他就是爱玩了，天天他妈也不看书，他妈就玩完以后吧，我就开始管他，然后管了以后，然后他就有点那个害怕我之后，然后他就经常会跟别人那个出去喝酒，你知道他跟别人出去喝酒，出去喝酒，我就觉得，因为他出去喝酒，他带着自己家的客人出去喝酒，我觉得脑子有问题呀。你要喝酒，你在店里喝也行，你不在店里喝，你出去喝。他妈的，你说白了，你他妈算个小老板娘。你要拿自己当他妈老板娘的话，你都不能说带客人出去喝酒。然后你知道有一次是怎么回事？就是是这么个情况。那个时候啊，我拍芝麻2，我拍芝麻2的时候，然后我又在装修。那个时候是芝麻2，然后连带就是新店，就是老店装修，然后每天我都忙得要死。然后好不容易拍完之后，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个我要跟那个剧组的员工啊，我说我们要去拍综艺节目，然后在那个一个别墅区里边，然后我们全程在直播，在直播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看手机，然后他就是我就交代给他一个事儿，因为当时在装修，然后有一个柜子要安装，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晚上下午，我说下午有一个安装柜子的，我说下午有个安装柜子的，然后你给那个安装柜子的开一下门，然后你就在那块等着，安装柜子的安完了以后你再出去啊。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拍综艺，拍综艺当天吧，我还跟龙二有一点点不愉快，然后我就挺烦的，我说实在那天挺烦的，然后他一直就因为装修队的人没来，就那个安装柜子的师傅没来，结果呢，他就一直在那等，他就等的有点不耐烦了。其实我也能体谅，就是说小朋友在那块一直待着也不耐烦了。然后，但是当时我一直用手机直播，我就没看信息。后来看了以后，然后他就有点撒娇式的生气，撒娇式的生气。他就说那个都想你了，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全程不管这个不管我之类的，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在忙。然后他说那个晚上他约了朋友出去。问我那个什么时候这个安装柜子的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安装柜子什么时候来，我给他打个电话吧。结果打完电话以后，那个师傅说大概还有1-2个小时过去，我说你等一下，结果他就说等不了，他说等一会儿他就要跟别人一起出去喝酒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装修。我说你又带别人去别的酒吧喝酒，他说对的。我说那你喝酒这么点的小事儿，我说你能不能就装完柜子你再去喝酒？他说不能，都约好了。明显他就是生气了嘛。我说那你怎么办呢？那我说你现在跟我耍无赖，我说那怎么办？人家等会儿就来了。我说这个柜子不安的话，人说不定以后没时间来。他说我不管。他因为这个不管，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他的委屈。我听完以后我就炸了，因为就是本来那个剧组里的事儿就多，然后他又跟我吵架，然后我就炸了以后我说行，我说我懂了，我说那咱俩分了吧，我说啥也别说了，我说咱俩分了吧，你把家里的钥匙什么的都放好，你直接走吧，我说你不是不管这个家吗？你走吧，我也没生气，然后然后当时我还在一个郊区，我打车回去，然后去店里的路上，然后我就碰到他了，因为他从店里刚下来，然后我碰到他以后，然后我就说来你别走，我就把他叫过来以后，然后那个安装师傅也来了，安装师傅在那块安装，然后把他叫到那个我们酒吧后边的那个天台。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既然咱俩分了，我也跟你讲道理。我说其实就是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吧，也挺感谢你的。但是我说你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个生活里边，你还是在玩心比较重。我说离开我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我这人还不错，为什么不错？我说你无论交往任何一任，你都会发现，你现阶段认识的百里屠夫是一个特别上进的人。我说我说句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说我每天我都在玩，我说我百里屠夫每天都在玩，把所有的活都交给你了，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说你看到你对象又在装修，一个酒吧装修，又在拍综艺，然后每天觉都不够睡，每天这些人特别难管理。我说这个时候让你帮我开个门，等那个工人把柜子安装好，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现在有这么大的情绪。我说哪怕我让你搬东西了也好，我就让你看个门。你因为你要去酒吧玩，你跟我耍脾气，
我说我什么都不说，我说你自己思考思考。当然我当时说的时候就是情绪比这还激动，我就大声的喊，我说他妈你愿意找谁找谁，我说你未来的对象绝对没有一个这么上进的。我说随你的便。就这样，我说咱俩现在真的咱俩分吧，分。然后你教小朋友就应该有小朋友不懂事的心理准备啊！我他妈什么叫心理准备啊？你告诉我，不看评论你来回答我一下，什么叫心理准备？我是应该觉得所有都那个理所应当是吗？来不看评论，你告诉我什么叫心理准备？我是有多意外吗？什么叫心理准备？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小茉莉在这个平台。他就什么都说不出来啊，他什么都说不出来，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走了之后他又回来了。他走了之后他又回来了，他说对不起，他说我错了。他说我错了，他说那个我还舍不得跟你分开。我说好，我说你既然这么说了，我说那咱俩再接触1个月，如果不行的话咱俩再分。他就特别开心，他说好，然后他特别开心，他就走了。他说那个别人在等他喝酒，我说你去吧，我说早点回来。结果就这样，柜子也安装完了，然后我准备打算回家看一下狗，好像是，还是看一下什么，反正就是柜子安装完了，然后我拿到钥匙了，然后我打算回家。结果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我一进屋的时候，我发现灯火通明。我回家，我一开门的时候，因为钥匙就是他没锁门，就是门也没锁，猫也没丢，狗也没丢，反正就我一开门的时候，我发现门没锁，灯火通明，所有的灯都开着，然后地上就跟那个抢劫了一样，就是到处乱糟糟，然后所有的空调都开着。你们能想象到吗？就是你一进家里就是这种感觉，你们能想象到吗？就是门没锁，灯不关，而且是所有角落的灯都开着，空调都开着，家里乱糟糟。就你们能感觉到吗？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他要跟我分手了。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退房了，你房东不给你押金，然后你把家里砸得乱糟糟，把那个水开的水流特别大，然后那个
店就一直开着，就这种感觉，就是房租不退你押金，你要霍霍死他。我当时真的这种感觉。之后他跟我分手了，他被我分手了，然后他就来这么一出。当然我觉得可能是我多想了，但是当时的那种情境啊，我真的是这种感觉。要不然家里怎么能乱糟糟？然后气得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回来，我限你15分钟，马上给我滚回来。然后直接就挂了，我也没管他说什么，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像我儿子一样，就那个即视感是什么？就是说我他妈发现他不在家学习，然后他去网吧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他妈赶紧给我滚回来，要不腿给你打折，就这种感觉。我出门的时候正好他下了出租车，然后他就像见着他爸一样，然后灰溜溜就进去了，我也二话也不说。然后紧接着你知道我还要赶到别墅区，然后我就给小薇过的生日。后来是因为什么？后来是，我就真的就觉得好像不适合。我也具体因为太久了，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也就2个月，然后在一起就是2、3年前在一起的。具体因为什么事我也忘了，反正就是跟他分手了，就跟他提了。我说咱俩还是不合适，我说你要想住在这儿呢，也行。我说我拿你当弟弟一样，我还是每个月给你钱，但是咱俩不是那层关系了。然后紧接着他因为面子，他说他要搬走。我说你去哪儿住啊？他说不知道。然后后来他想了一会儿，他说你宿舍还有地方吗？我心想他妈你在这给我装什么逼呀？住我家跟住宿舍不他妈都是我的房子吗？都是我花的钱，你他妈在装什么呀？他说我要搬到宿舍住去。我说行吧，你去吧。他就去宿舍住的。对，去宿舍住了，然后最后跟另外一个人搞在一起了。就这样，我就没跟他在一起了。这是第2任。你们觉得这一任我的问题在哪儿？就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就这一任我真的就觉得说，刚才有一个叫什么这叫什么不看评论的这个傻逼啊，不看评论这个傻逼说你跟这帮小孩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应该准备好他们不懂事儿的一个什么准备。我他妈应该怎么准备？我是准备法律的武器，还是录屏录像，还是找好律师？我该怎么准备？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准备？我是每天要3遍告诉自己他不懂事，他不懂事，他不懂事吗？啊？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准备，你们告诉我应该怎么准备？这帮小孩不懂事，我应该怎么准备？什么叫准备？我不懂啊。分手的准备，我分手应该怎么准备？我应该沐浴更衣吗？我应该焚香，我应该剪好一束花，然后等着他，然后安坐在那儿。回来了，分手，我应该这样吗？这不神经病吗？分手的准备，我应该怎么？分手的准备是什么准备？告诉我具体应该怎么准备？准备好，给他准备好一套行李，分手费，分手信，分手函，按手印儿，
怎么准备？你告诉我怎么准备？好，还有第3人。年轻人更多注意的是情绪间的照顾关心。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叫不羁啊，不羁，你今年多大呀？你为年轻人发声了？来，这个叫不羁的，你别害怕，我就跟你聊一聊啊。这个叫不羁的，你多大呀？为这个年轻人发声。你为这个群体发声来。27呀，27。我什么心理准备？我就这么跟你说，我觉得所有的感情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但是肯定有一个人占主要问题，它绝对不是平衡的问题。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段感情我为什么不给他一个什么情绪的什么照顾怎么样？首先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我本身我就很忙，我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分成8个人去用，忙得要死啊！他也知道我在忙，他每天都很闲，因为他没工作。你听整个的故事了吗？啊，你听到整个的故事了吗？只听了后半段，那你就少逼逼。我不能再骂人了，你们别逼我。别骂我了，别骂，别让我骂了。好，好，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忙只是借口，我告诉你，忙真的不是借口。我告诉你，就是你们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这个直播间的一个小伙伴啊，我告诉你们，一天傻吃傻玩，然后玩个王者荣耀，天天玩王者荣耀气得要死，然后天天就觉得自己累的。你不知道我们就是做实体的有多累。你就想想那天，就那段时间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妈有些人他妈不了解我，你别在那块逼逼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当时我是拍剧，整个的剧组20-30个人，他妈就得我围着我转。我每天我他妈就是脑子都乱的就是稀碎。这还不说，我酒吧还在装修，你们能懂不？就是我每天20多个人围着我转，然后装修队10多个，30多个人，2个项目天天围着我转。然后我当时处了一个小男友，然后我就说我让他去帮我做一些辅助的工作。什么叫辅助的工作呀？就是比如说装修队来了，然后我不在店里，你拿着钥匙给他开一下门，等着他做完了以后，你再把门一关，这他妈难吗？你们要觉得处对象连这个你们都不愿意做，或者说他妈的这个你都做不了的，别处对象了你对象他妈天天要是他妈混吃等死了，或者说天天他妈在那酗酒作乐了，可以。你对象天天忙得要死，完了让你他妈开个门、看个门、关个门，干不了啊？是死人吗？我他妈处这个对象干什么呀？管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合着我他妈让你开个门就是苦让你想了。我看你们这些半路进来的别逼逼了，他妈啥他妈都没听明白了，在这块逼逼什么？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咱们就是赶快说下一段，下一段。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说的这些感情故事啊，我不能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肯定有问题，而且我也有很多问题。我确实，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在感情里的问题。我是一个极其自负，
冷，然后大男子主义的人。就是我是这样的人，就比如说，因为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现在生活，就是我现在是什么呢？我现在是属于又做自媒体，然后又有酒吧，我又要做酒吧老板，我是这两个身份，所以就是每天呢，其实我有很多员工，我有很多员工，我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儿。然后我已经没有那种就是对人都那种微笑，就是老婆起来了，这里为你准备了茶饮料，想喝哪一个？老公等会就要出去了，自己在家加油，棒棒的。我不是这种人啊！你让我做这种人，我做不到。我每天都是什么呀？我每天都是说，那个水。不是那块卫生，你为什么没搞清楚啊？不是我请你们过来都是干什么的？客人来了没看见，我就属于那种。我每天都是那个状态。就我每天都是这个状态。他妈的就是那个，比如说我跟对象那个在一起的状态，也就是说，就我每天跟他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回来了，吃饭吗？就我没有一个就是说特别轻松的一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每天的状态都是说，一打开手机，这个账单要付，那个贷款要付。这个员工离职了，这个物业又找麻烦了，这个顾客什么包丢了，这个居委会又让我去一趟，派出所又让我去一趟，我每天都是这样，这是我告诉你，这是那个过年了，相关部门什么都放假了，我轻松一点，我能直播，每天我都是这样。我说实在的，每天就是电话一响，我就觉得心就开始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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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每天都是这个状态。对，基本上就是我电话一响，哎呀，我就心里就砰砰砰，我就觉得又出什么事儿了。我每天都是这样，所以你让我去对别人怎么样，哎呀，太难了。对，所以我来说第三段，没有，我一直都那个外卖来了，我没关门，我才看见没关门。我给大家说第三段也是大家熟悉的一段。我这第三段在小芝麻里，小茉莉里，小芝麻。我的那个第三段在小茉莉里边也有体现，就是我曾经在我的顾客里边有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人，我见到他以后呢，然后我就开始猛烈的，也不是猛烈的，就是我见到他以后我就非常的喜欢，后来我就试着追一追，结果这人就追到手了。但是呢，1个半月之后，我发现1个多月，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是个捞女。后来我在1个半月的时候就及时止损，我就跟她分手了。就1个半月的时候就跟这个及时止损了，因为我发现她是个捞女。我俩在一起1个半月，我给她花了5、6万吧，1个半月花了5、6万，找我借了3万块钱，然后分手的时候我也没要了，分手我没要这个钱，我觉得她是捞女，她就是捞女，我就没要这个钱了然后我就及时止损了，但是你知道老天爷真的会给你安排。在我开酒吧之后呢，就是开那个，就是另外就是我那个新酒吧后来就是做那个舞台了，然后我就招歌手，
然后我就招了一个歌手，这个歌手呢长得跟那个医护来了，那个歌手，这个歌手长得跟那个就是那个跟那个捞女长得一模一样，也不能说一模一样，是70%-80%像。我一见到他，我就说我的天，我就整个人惊呆了，我就说他妈怎么有长这么像的人？后来广东人长得都一样，就是广东好看的人长得基本上都一样，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晚晚雷亲嘛。然后就是咱们就是看到以后，然后因为唱的也不错，我就说，让他过来唱歌，啊，让他过来唱歌，然后我就给他安排过来唱歌。唱歌以后，我就开始就是后期我们就是有一个520，然后配对的一个酒吧配对的一个活动。结果呢，就是我就让他也上场，因为那个参加活动的人不多，我先凑个人数。结果他上场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好朋友需要跟他配对儿，我就觉得你跟一个陌生人配对儿都行，你不能跟我的好朋友配对儿。我就跟我那个好朋友配对儿的话，我心里有点不舒服。结果因为我好朋友上台了，然后我也上台了，我跟那个好朋友去抢他，就为了不让他跟我好朋友配成对儿。后来我一上场以后，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是我故意安排的，因为就是我们的顾客其实都知道我对这个歌手另眼看待。后来就是这件事情以后，然后我就送他回家，晚上的时候我送他回家，坐着出租车下车的时候，我就亲了他一下，他也没拒绝。从那以后呢，就是我就开始就是追他，也不是说猛烈的追，就是那种就是上班了，然后我就给他就是发消息啊，然后就是看着他笑啊，然后他唱歌的时候，我就叫所有的员工和所有的顾客就在那块举手机在那块晃啊，就给他那种信心呐，怎么样？反正就每天都给他好的情绪价值吧，就对，是这样。后来他想，就是那段时间不是流行那个可达鸭嘛，什么肯德基还是麦当劳的一个可达鸭，然后他就喜欢，然后我就上网给他买的，因为那段时间还不好买，抽也抽不着，买也买不着，然后后来我就买着了，因为我提前我就买着了，给他了以后，然后他就挺开心的。再后来，我一喝多，然后我就跟他，就是耍流氓，我一喝多了就有点就是故意挑逗他。后来有一天，他发烧了，然后我就好像就把他，我就说你发烧了，我照顾你吧，然后我就把他叫到我家里，我就照顾他，以后晚上的时候，没想到，就睡觉了，在一起睡觉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其实他也有点喜欢我，但是因为我在深圳的小孩圈名声不是特别好，就是深圳的小孩圈里边都觉得我是一个渣男，所以就是名声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他会他会想再看一看，对，对，我说好吧，我说早晚你会知道我的真人的，对吧？后来就搞到手了，搞到手了。后来俩人就在一起住，然后我一开始我真的挺喜欢他的，我虽然是因为我在他之前我刚接触了小杨，对，刚接触了小杨，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就人吧，我真的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在他身上吧，我就其实就不给钱了。你知道我跟小杨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那种每个月给1万块钱零花，然后他就是觉得啊换季了，我要给他买衣服，买1万块钱的衣服，他喜欢去泡澡，我给他办1万块钱的那个洗浴的卡，然后就那种，就是这1万1万的给。然后后来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屁都没有，就是我也觉得这个第三任他妈倒霉，这第三任真他妈倒霉啊！就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屁都没有，而且他听说我对之前的对象都挺好的，哎呀，后来就住在一起了，住在一起以后，就有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挺不好的，就是有一天，我跟别人打麻将，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说赢完了以后，然后要去海底捞吃饭，吃个火锅，然后我就带着他一起嘛，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挺喜欢他的，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你知道现在这人，现在这人小大夫，我是走到哪儿我都不愿意带小大夫，你知道，就是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你知道，就是之前你对别人做过的事儿，你就对下一任你就不会做了。小大夫现在是我去哪儿我都不带着他，我从来不带着小大夫，我不愿意带着他，就是因为第三任是我走到哪儿我都愿意带着他，因为我觉得我第三任拿得出手啊。身材不错，然后我也挺喜欢的，我走到哪儿我都带着。然后就是说要吃火锅，然后我就说那行，吃火锅。点菜的时候他说，哎，那个你别点，我来点，我是那个海底捞的什么黑金卡，就可以打折，怎么样？我说行。后来我们就是我的朋友。因为基本上就都是我的朋友，就我带着他，剩下全是我的朋友，大概6个人花了500多块钱才。然后吃完饭以后呢，就是他，因为他用黑金卡结好像能打折之类的。回家以后吧，我说实在我就忘了，我不是那种就是说，我不是那种就500块钱就怎么地，因为你看我平时给他钱也给他一些，给个什么1000多块钱怎么样的，就这种，我也会偶尔给他点钱。完了，反正这500块钱我就忘了这事儿了，他结的账，忘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这晚上吃饭，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床边，他说：“哎呀，我有句话想跟你说，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说说呗，我记得那天好像还在直播，我好像是。他说你说呗。我说哎呀，他说那个哎不好意思说，我说你说呗。后来我就好像就是没人，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哎今天那个吃饭的钱我买的。我说我忘了，哎呀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说我忘了，哎呀，我说我赶紧转给你。然后他说，哎呀，今天那个买奶茶的钱也是我给的。我说我说那奶茶多少钱？然后反正我就给了，给了之后。后来你知道，在生活里边，因为我没事我带着他，我总直播。一直播的时候，一吃点什么东西，就是他买完了以后，我就给他报，就给他报。唉，就这样。对，你给他报，然后那个，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原因有4个，这是其中一个嘛，就是他把钱就是跟我分得太清楚了，然后你知道他分手的时候还一直对我说，百里我从来我没花过你什么吧，就是他一直在说这种话，我听着就挺不是滋味的。他说我没花你什么钱之类的，我听着不是滋味。我现在说的一句话，他虽然说没捞我什么，但是他说这句话不对。我觉得他不是捞女，他也没有想捞我什么，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俩在一起生活，
房租、水电、吃饭，包括节假日，我都会给他钱，然后这些费用都是我在结。他给我就是他偶尔花的钱，我会给他报销。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说没花我什么钱，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算没花什么钱吗？他搞卫生，我就说他说这个话就让我觉得就是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要说到花不花我钱这个事儿？我也没说他花我钱，但是你要是把我对你的所有的好你抹掉了，我觉得挺那什么的啊，对，挺那什么的，我就觉得不应该说这种话。然后第二个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我跟他分手第二点是他不喜欢 Monkey。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是神经病，就是百里屠夫是神经病，因为这个跟别人分手。你知道，就是我是养狗的人，然后这个狗我养了6、7年、7、8年了，他不喜欢这个狗，他说他过敏，他说他狗毛过敏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狗毛过敏的话，你可以理解。对，因为所有人都会有一个过敏的点，他确实比如说 Monkey 跟他玩的时候，然后他身上沾上毛以后，晚上的时候他就要去洗个澡。对，他是个就是我养的拉布拉多，他就要洗澡去。然后每次 Monkey 靠近他，因为 Monkey他本身Monkey 是一个特别亲人的狗，他一靠近他就特别严厉的去训斥他，你别过来啊，你起开就那种，他就这种。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作为他对象的话，我看在眼里，我其实心里不是特别滋味，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就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别那么凶他，我觉得这都还好。后来有一天你知道吗？我看他一身狗毛，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好喜欢撸朋友家的狗，那个狗是个柴犬。回家我看一身狗毛，我说你干嘛了？他说朋友家的狗我撸狗。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啊，哥们儿们，我不是滋味啊，我真不是滋味。这是第二个点。这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第三个点啊，就我跟他分手的4个点的其中第3个点。第3个点是什么呢？第3个点是，那段时间呢，就是因为疫情，然后疫情的时候，酒吧行业是明令不准开的，酒吧行业是明令不准开的，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就是停业的状态，但是它是房租它还是要收的，就是店租它还是要收的，就等于店租加固定的费用，我每天如果不上班的话，就是不营业的话，我每天要亏5000块钱。我每天要亏5000块钱啊！我每天要亏5000块钱。那段时间深圳特别严重，而且你要偷着开是会被罚的，会被停业的。然后他那段时间呢，因为疫情很严重，但是他们单位吧就要求他们上班，所以他每天都会非常生气。
这么贵吗？电费？电费，它是电费，不是这个电。你是没脑子吗？你是没脑子吗，大哥？电费，我都不营业，我怎么会有电费呢？请问你是没脑子吗？这，哎呀，可咋整？你说的，你这，哎呀，你这个咋整？你这给我气激恼了都，这，哎呦我的妈呀，这咋整是？好，刚才我看有人是问题，就是说他不是在你店唱歌吗？他是在我店唱歌，但是那个店唱歌是周五周六唱，也就是他下班了才唱，所以他有一个本职工作。他本职工作是一个实习单位，所以他那段时间吧，他就挺生气的。他说所有的单位都他妈不上班，就他妈他们单位上班，所以他就心里非常不爽。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因为我的店不营业，所以他看我每天在家，然后但是我每天都拉了个脸啊。他每天上班，然后一下班看我每天在家拉了个脸，然后每天状态特别不好，他就问我，他说我很好奇，你每天在家为什么不开心呢？我说我能开心得起来吗？我说我一天亏5000块钱，我说我巴不得我酒吧能营业，我想忙一忙。他说好吧，然后后来终于可以营业了，然后因为客人也没那么多，然后歌手呢那个时候又多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有3个歌手，我就想着说裁掉一个2个歌手，裁掉2个歌手，我裁掉一个，不是3个歌手我裁掉2个，剩1个。结果呢我就留了一个综合能力唱的最好的，然后我就把他裁掉了。裁掉以后他特别生气，他就大生气不理我，他就质问我，他说为什么不留下我把那个人裁掉呢？我说你看，我说哎呀，确实他的那个不是说你唱的不好，他的那个观众更多一些，他的那个这个就是顾客找他的更多一点。他说那凭什么呀？那我是你对象，你为什么那个把他留下，把我裁掉呢？我听了以后我就特别生气。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生气。我说你是不是我对象？他说是。我说你是我对象的话，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呢？说就是我到最后我也没跟他说实话，确实那个人比他唱的好，但是我不能这么跟他说嘛，我这么跟人说就是不伤人嘛。我说你是我对象，你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我？我说现在每天赔的要死，我说只能裁员，我说留下他，你至于这样吗？他说那为什么不能我赚这个钱呢？就是总要有一个人赚钱，为什么我不能赚这个钱呢？我说他妈的我急眼了，我说他妈的你是我对象，你想赚我钱啊？我说你他妈要是你是我对象的一个角色的话，你他妈免费唱行不行？我说我都什么情况了，你他妈想赚我钱？
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每个月我他妈亏，你们想想亏了10多万块钱。我亏了十多万块钱，完了他就一直质问我，他说：“那为什么我不能赚这个钱啊？”我就问我说：“你是我对象的话，你为什么要想赚这个钱呢？”对吧？然后后来，第3点还没有结束。第3点，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国庆的时候放假了，然后他想着出去玩，但是他放假之前把工作辞了，你知道吧？不是他放假，是国庆放假了，在国庆放假之前呢，他把工作辞了。他辞掉之前呢，他跟我说了，我心里在想，我说随便你，你要是没长心你就辞。我说他妈现在他妈找个工作多难，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要想象，那个时候真的是疫情期间，谁敢辞工作呀？你们能懂吗？就是你们能体会吗？就是那个时候是疫情期间，所有人都巴不得有这个工作。他因为工作的不开心，他因为别的单位都放假都在家养着，然后他们要工作，所以他要工作，所以他觉得这个单位不好，他要辞职。我心想你随便，你随便吗？你随便吗？你愿意辞。后来他辞了，辞了以后，然后国庆的时候，国庆的时候，他打算国庆的时候出去玩儿，但是你知道国庆的时候我们突然通知可以营业了，所以那2天吧我就特别忙，我就每天我就特别兴高采烈的，我就说他妈酒吧终于可以营业了，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每天忙得要死。然后他那段时间，他觉得好像我不搭理他了，然后他就回自己住的地方了，然后就是跟我发出邀请说那个国庆的时候能不能去长沙去玩，因为他从来没出去玩过，他没出过广东省，他没出去过。我说我出不去，我就算能出得去的话，我也没钱。他说又花不了多少钱，我又炸了。你知道那段时间我是非常容易炸的一个人。他说出去玩又花不了多少钱，我说出去玩花不了多少钱。我说你出去玩你是不是得坐飞机？坐飞机咱们平常的，咱们就是说一个飞机票600块钱，俩人是不是得1200啊？1200你住酒店呢？你玩3天住酒店，你能花多少钱？你来回的机票，咱们就说一个人600，两个人他妈1200，他妈2400，然后再加上3天那个住宿，3400，你这个过程你不吃不喝不玩啊，5、6千没了。我没说吗？我当然说了，我说酒吧忙，我说我现在赶紧抓钱呢。基本上1万块钱打底，按照我的理解啊，那个 Costa，按照我的理解，1万块钱根本打不住，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和小孩子还不一样，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到穷游了。我们出去玩，如果是住的非常脏乱差，我们出去干什么去？你们能懂不？就是我们这个年纪，
那我们出去干什么？不是出去玩吗？对吧？你不住个5星级酒店，不吃个他妈豪华餐，怎么样？他妈的这干什么呀？出去干什么呀？对吧？对啊，出去就不能将就吗？他就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一听我就说他，而且当时我就会觉得说什么呢？我说疫情期间大家谁出去玩啊？这疫情期间谁他妈有本事出去玩？现在他妈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这个时候你说我要去旅游，我就想问一下，当时我跟他处对象的时候，我能不清楚他兜里有多少钱吗？你兜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吗？那这个钱谁来掏啊？我是真没钱。钱不是这个时候花的，对吧？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我这种感觉吗？就是说，他在我最忙的时候，而且就是全球经济最不好的时候，然后他想出去玩儿，那你反过来，你们对方可以理解的，你一天亏5000，也就是2天不营业，换2人轻松。那个风雨同舟啊，风雨同舟，你这个名字跟你说的话真的是好般配呢。啊，你这个名字和你的说的话真的好般配呢。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2天不营业，亏个1万块钱，怎么了？你怎么那么牛逼呢？2天你就能回来？你出去玩过吗？2天能回来？你是到那儿，然后打了个，就是在机场买了点东西，然后就直接返回来吗？你怎么那么牛逼呢你？你是干啥呀？你就回来了？你开店的，你能说关就关呐？你是什么门派的呀你？你以为是你家那个豆腐坊呢？今天不卖豆腐了，明天就休息1天？你在干什么？不能营业的时候，然后你不营业也就算了，能营业的时候，然后你要休2天，你怎么那么牛逼呢你？啊，增进感情，你增进什么呀你有什么增进的？你风雨同舟啊？不是，我不是说你有没有问题，我说你脑子不好啊你在听故事的时候，你要感同身受，带入角色，对不对？你要想想我关了2天，他不是亏1万块钱的事儿，是我已经2个月不能开了，我亏了20万了。好，你们说这个小朋友想出去玩 ，OK， no problem。他妈我这20万，我亏了20多万，将近这半年我他妈亏了多少万，多少10万、几十万，我他妈能玩进去吗，大哥？他是贪玩的，我没有不让他玩啊，最终我让他去玩了，对不对？他是贪玩的，没 OK no problem， 那个完全没有一点的问题 ，OK， 我放他去玩了，但你不能让我跟你玩吧，对不对？你在说什么呀，风雨同舟？我告诉你，你就是现实当中的那种，就是玛利亚圣母。不要吵了，没什么大不了，笑，你就是这种人。我都觉得你这个名字后边都在闪着光，
哈利路亚，你都这样了，你都建设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太圣母了你。好，我们再讲分手的最后一个原因。这是3个原因，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讲不出口啊。最后一个原因，其实我讲不出口，为什么呢？最后一个原因其实是我觉得最理亏的，因为我这个其实是特别主观的，我觉得我跟他分手的原因啊，我跟小西有点像，很多人都说，他们都说，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就是那段时间啊，就是大家不熟悉我，也不熟悉小西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就会觉得狗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职业。有的人看到那个就是小西，或者说看到那个别的酒吧发了一些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小西跳舞的视频，然后有的讨厌我的黑粉儿，那个不是黑粉儿，那是某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会发了我的视频，然后他们就有人截图就给我看，他们说。哎，快看，那个不是那个女明星吗？哎，那个女明星混不下去了，在那块那个跳舞了。哎呀，脱成那样，在那块跳舞了，混得不咋地啊，怎么样？我心里在想，你是瞎了吗？我他妈哪有人家一半身材好？我要有这身材的话，我还在这块他妈拍剧干什么呀？我早就找个金主我就在一起了啊，然后就在那块就是幸灾乐祸，混得不好。开始在这种酒吧跳舞了，反正就有人损我。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啊，我就继续往下说，就是最后一个我跟他分手的原因，这是我特别主观的，可能我说出来这几个观点，大家可能会被我可能会被你们骂，那些就是刚才被我骂的，然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骂我的，现在你们找到机会了啊。就这几点我自己我都觉得我理亏。最后一个分手的原因，就是那段时间我不是总打麻将嘛，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总酒吧不能营业，就总那个封闭了啊，就是不能营业，然后我就特别闲的时候啊，我就喜欢他嘛，我就带着他，我去哪打麻将我就带着他，然后我有一群就是打麻将的一个好朋友啊，打麻将的好朋友。然后我就带着他去打麻将的好朋友家那个打麻将，然后有一天下午，有一天晚上，我就说那个，我就跟他说，我说媳妇儿，那个我那什么，我去那个谁谁家打麻将，我说你自己在家，他说，哎，我跟你去，我说那你明天上班呢，我说我打得很晚，他说没事儿，我陪你，我说我得打到3点多呢，他说没事儿。然后他就下班了以后，他就直接去那个朋友家里找我去了，就等于我在那块打麻将，然后他下班了以后就来了，因为当时是夏天呢，然后他就在这块陪我，然后我就在那块打麻将，因为我们打到将近10点多，打到10点多的时候，因为那个房子里边就是有一对儿。然后其中有一个人陪我们在打麻将，然后我们在打麻将的时候就听到洗澡的声音了，然后打麻将听到洗澡的声音，我就说啊那个谁在洗澡，然后我说那个谁在洗澡了吗？他要睡觉了吗？他们说啊是你对象在洗澡。我说不可能，我说我对象怎么可能在你家洗澡？结果过了一会儿，我就说不可能，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就洗完澡从那个浴室里出来了。我心里就是，你知道我心里就是我为什么会别扭的点，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不会在别人家洗澡，就是，而且他是跟人第一次见面，
那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别人家也不会洗澡。然后他们还说，我说不可能是我对象在那洗澡，他们说就是你对象在那洗澡，我说反正就是在洗澡，我很尴尬呀，就是他们也说洗就洗呗，我说总觉得奇怪，就是对夏天还好，但是你知道，就是关系没有好到那个，对，没好到那个，不是你就是问没问过也不好吧？因为他肯定夏天，他肯定是身上在黏，然后他就要洗澡，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心里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啊，对，这是可能年轻人觉得没什么，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礼节、礼貌，你们能懂不？这是完全的是礼节和礼貌的问题，不是说这个事儿有多大事儿，它就是礼节、礼貌。对，你到别人家你可以就是这个事儿单拿出来说你在别人家洗个澡无所谓，但是你要在一个陌生人家里边那么多人，然后你突然洗个澡，对，关系没有好到那种程度。然后后来你知道，就是我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啊，我是真的有点大男子主义。后来你知道，他要去翻人家冰箱，他可能渴了，去冰箱里拿水喝，然后他就很自然的就打开人冰箱就拿了，我当时我就惊了，我会觉得说，我到别人家我都没有去翻人家冰箱，就是我说啊，就是他直接就打开了，打开以后。我真的有点大男子主义，但是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么没有礼节的事儿。后来我回家，我跟他说，但是他好像说，他说没咋的呀，他们都没说什么。我说这种事儿啊，我跟他真的好说好商量。我说，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吧，我当时我就觉得说没礼貌，然后我不说话，回家以后我就不搭理他，连着1-2天我都不冷不淡的。后来你知道他就一直在，就知道他知道他做错了，但是他不知道做什么，他就在那块儿，这意思就是跟我说话，我就不搭理他。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我说这些事儿吧，别人肯定说不介意啊。我说这种事儿人家肯定说不介意，但是这种事儿咱们自己要懂啊，你们能懂不？就这种事儿，人家肯定不会到处说，但是人家心里会，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这帮小朋友去教这些东西，你知道吧？就是啊，这些东西不是人家要骂出来的，我。所以最终我就跟他分手了。我记得跟他分手那天，然后他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我那个时候我没有蓄意跟他分手，我只是我那段时间特别忙，然后特别累，然后他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他说
想你了。我说那你就来找我呗。他说我以为你不让我回去。这句话惹毛我了。我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说不是说你搬回去住的吗？哪是我赶你走的呀？我说你现在说这句话是干什么？因为他那段时间他就是那个辞职了以后，然后他就搬回自己住的地方去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自己那个每天酒吧在营业，我就非常忙。然后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我了，他说我能回去吗？今晚。然后见到面以后，我就带他吃个饭，吃了一个东北菜，我记得那个时候。然后点了点菜，吃饭的时候我们全程没说话。然后吃完饭以后，我们就走回小区，他好像就是找了个什么借口，反正就我也忘了，具体的事儿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他就没进房间，他就到小区门口他就走了。我进了房间以后，我就真的觉得不想在一起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好像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我说咱俩分了吧。就这样就分了。对。分手会难过几天？不难过。我在深圳的这几段我都没难过，我不难过。我不难过，完全不难过，就是我只是会觉得说有点不适应，但是我不会不难过，不是我不会难过，我不难过，就是我会觉得说分手了，哎呀，好累啊，一个人了，原来这屋里有2个人，然后就觉得生活还在继续，然后还是得就过下去啊，然后每天很忙碌啊，没有时间想着说，就是因为你的店还在营业呀，你店里有将近20多个员工要你养啊，然后每天你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事儿，你的父母、你的员工、你的顾客都是我在处理。一开始的担心是对的，没有。其实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其实你看我说第3任，就是我说刚才这任，我给他列出4个罪状，但其实这一任我其实很喜欢的，就这一任我其实很喜欢的，我觉得我从他之后我没有波澜了，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会生气，我还是会会伤心怎么样？我现在我不会了，你们能懂不？就是如此让我列出4个罪状的人，但是我会觉得说，当时真的把最后一点点那种恋爱的那种悸动啊，都给他了。就是从他之后，我就不想再那么折腾了，我一点波澜都没有了。你们能懂不？能懂不？能懂不？就是好像这个人问题很多，但是我真的，哎呀，在他身上还挺用心的，对，就是我，哎呀，确实挺喜欢的，就是，因为在我心里，我觉得一段感情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折腾，你们知道吧？就是一段感情最主要的是折腾，就是
我追求的感情永远不是天长地久，我追求的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做过没做过的事儿，然后这个人是无可替代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跟这个就是第三任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段时间每天还是会变着法儿的逗他开心呐，然后给他做饭呐，然后宠着他呀，然后就每天就是想着未来啊。但是你看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我就是会觉得小大夫真的就没有像他们那么难搞，小大夫完全没有那么难搞。好，我们来讲第四任啊，第四任，我给大家讲讲第四任。我对第四任的评价，就是深圳的第四任啊，深圳的第四任就是我现在这任，我现在这任算是打破了我所有的条条框框，对，第四任就我这一任小大夫啊，所有的条条框框他都打破了，就是他是我唯一一个就是不异地同居且在一起超过1年以上，然后又是因为我跟他满足了3要素：喜欢、适合、在一起。人不是说喜欢、适合、在一起是3件事吗？我跟他就是这3件事是同一件事情。喜欢我俩互相喜欢，适合我觉得挺适合的，他也挺愿意跟我在一起的。在一起我俩真的在一起，没有任何的什么原因我俩不能在一起，就是所以真跟小大夫分了。你耳朵，哎，你耳朵是塞鸡毛了吗？你耳朵是多久没掏了吗？请问你耳朵还有在用吗？是哪？就是咱们说，就是要不要就是咱们就是说捐一下，捐一下你是怎么了？怎么了？是怎么了？好，我们来说一下啊，我跟小大夫的故事。我跟小大夫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大家还记得我来深圳演出的时候吗？我来深圳演出的时候可谓是万人空巷啊！我来深圳演出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深圳也没有什么网红，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好玩的地方，那个时候万人空巷，说什么啊，百里屠夫来了。百里屠夫那个演芝麻那个，哎呦我天，他来了，然后就是所有人，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后期请过那个那一娜嘛，就是唱爱如火那个，我们请过他，现场也是满的。但你知道我来演出的那一次，我就这么说，外边都在排队，然后轰动到警察都来了。我唱了2首歌，被人撵下来了。被人撵下来了，就说你们那个消防没过关，等于我唱了2首歌，然后那个赚了2天的钱，你知道吧？就是，哎呀，老吓人了啊！赚了2天的钱，后来我不就跟那个就是第一任我们出去那个去那个四川去旅游了吗？哎呦我的妈，那个时候老开心了，就是真的。但是就是当时有人拍了个视频嘛，就是拍我在现场的视频，后期有人把那个视频拿出来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小大夫也在里边，小大夫也在里边，我俩的缘分，从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就是在视频里，就是那个时候有人在偷拍，就是有人在拍我现场，然后就小大夫就在那个视频的左下角右下角。对，我俩的缘分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平行着往前走了，对。但是其实我们的关系其实更早，
据他回忆，他曾经是看我直播的，小大夫是看我直播，然后还加过我微信，然后还买过我的那个鞋。当时我记得我有一年在北京直播带货带鞋，然后他还买鞋，然后加过微信，但是后来那个微信不用了啊。后来我来深圳以后，我认识了一个顾客，这个顾客找小大夫，因为小大夫是在医院工作嘛，我那个顾客是那个牙疼，然后就通过小大夫找了牙科，然后挂了号，然后就把牙弄了一下。然后后来呢，我就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体检，因为我跟长得像第三任的那个捞女，我跟那个捞女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爱那个捞女。我跟那个捞女在一起的时候吧，就在一起之前，我就想做个全身体检，我想证明我自己没有病嘛。然后我就去体检，然后我就通过这个介绍，然后认识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又通过这个医生认识了小大夫。啊，不对，是通过我那个朋友认识了小大夫，小大夫又通过这个就是通过那个医生，然后帮我，然后全程我都没见到小大夫，直到有一天我见到这个小大夫了，但这个小大夫我对他印象就是侧脸好看，但正脸一般，我当时我就会觉得正脸一般啊。后来呢，是我身边一个朋友说你们酒吧里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孩儿，我说谁呀？他说你能帮我要微信吗？因为这个朋友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说你能把这个人微信推给我吗？我说谁呀？我一看说这个是小大夫，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小大夫好看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说行啊，我帮你要。然后后来要到了，好像是要到了，然后后来就是小大夫不喜欢我那个朋友，可能也是。后来就我俩，我跟小大夫就是没事就有一搭没一搭就在那聊嘛。然后因为当时小大夫有对象，我单身，然后但是呢我就没事，我就因为小大夫跟他对象当时的对象是那个异地恋，然后我就没事聊骚，我就说哎可不可以那个让我看一看这怎么样，就是摸一摸就聊骚嘛，我就跟他聊骚。他就一直就是没答应，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保持距离啊。小大夫就一直跟我保持距离，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小大夫就是不讨厌我，但是他就是巧妙的化解了。我觉得就是在我心底吧，就是觉得没占到便宜，但是我觉得这样孩子还挺好的啊。然后后来呢，就是直到后来就是他有一次在我酒吧喝酒，然后我喝多了，然后去别的酒吧，然后他要走的时候，我就把他叫过来了，叫到另外一个酒吧了，然后就摇骰子，然后就真心话大冒险，然后有个人就是让我去跟他接吻10秒钟，然后我就跟他接吻10秒钟，然后俩就接吻，然后就伸舌头了，伸舌头之后呢，就是其实就是也倒还好，直到后来就是好像也是在我酒吧喝酒，然后那个我看他跟别人坐在一起，然后那个人吧挺喜欢他的，但是那个人就跟我说挺喜欢小大夫的，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小大夫，但是我觉得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我就把小大夫拽走了。那个朋友还跟我生气了，再后来呢，就是好像小大夫那个好像是我阳了，后来是我阳了，然后我就问小大夫一些事儿，小大夫就跟我那个就是告诉我买什么药，然后那个时候买不到那个什么什么药，小大夫还从医院帮我买不到温度计他也帮我买不到那个厕纸他也帮我买，反正就是帮我很多事儿。后来直到有一天小大夫也阳了，然后小大夫阳了，因为我阳了我爸妈能照顾我，小大夫阳了没有人照顾他，后来我就去他家照顾他，然后就在那儿住了一天，然后后来就没事就去那儿住，然后后来发生关系了，发生关系那个时候也没想确定关系，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也不是说为了
我也不是说为了第3任怎么地，就是会觉得说那段时间可能就是因为第3任把我折腾累了，我也没想谈恋爱，反正发生关系了也没有。直到有一天我喝多了，在直播上就是说了一些就是比较色情的话，直播出去了。然后我就觉得第2天我醒酒了以后，我就觉得应该对小大夫负责，然后我就跟小大夫我就说那实在不行咱俩在一起吧。对，就这样我就跟他在一起了。然后我跟小大夫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其实跟我经历了好多事情，就是小大夫后期我会觉得小大夫越看越好看，之前没有觉得，后来就觉得小大夫越看越好看，而且小大夫的性格就是那种就是小大夫只跟我生过2次气，一次是因为我自己他想那什么了，然后我那天我自己我自己打了，然后他因为这个有一点跟我生气。第二次是因为他上班之前，然后那个他让我亲他一下，我没亲，然后他跟我生气了，我俩就生过这2回气。然后但是小大夫跟我经历了好多事情，比如说他陪我住新家，然后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在我身边，然后他也是真喜欢 Monkey， 然后我们的性也很和谐，然后他对我就是我不能说他很优秀，但是我能看到的是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很认真的在跟我在一起。他就是很认真的跟我在一起，比如说生活的状态啊，习惯呐，都在迎合。然后包括你知道，他是没吃过酸菜的，但是他现在特别喜欢东北菜。对，他跟我经历了好多事情。对，所以说我们能在一起1年，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也不是说是我自己变了，其实我一直都没变。我觉得我一直都没变。我们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对了，就这个人是对了。你们觉得我这种人能变吗？我觉得我这种人是变不了的，对吧？就是我这种人是变不了的，能改变就是我3个月魔咒的，而且我们在一起1年了。我说实在，我现在还是喜欢他，还是离不开他。对，我永远会觉得说，我跟他在一起是因为爱，就是他是对了，我没变过。所以我觉得之前的那些人，不是说他们不好，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对的人。就哪怕我到什么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之前的自己没有错。对，就没有错，就是在一起3个月就分手这件事情，我只能说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会因为一时的好感决定跟别人在一起，但是在一起的头1-2个月，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一些苗头。什么苗头？就是他可能你的好感会逐渐的淡下去，然后你会发现真实的他。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你看一个人特别喜欢他，比如说你们在网上看到一个人，你特别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长相，是因为他的身材，是因为他说话的状态，但是这3点都可能会有变化。比如第一点，身材他可能是 P 的，长相也可能是 P 的，说话的状态可能是因为喜欢你，但是这3点都会变。
还有就比如说，你就算不是因为这3点，你可能会你觉得他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你哪知道，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啊，你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异味儿比如说他身上有一股孜然味儿，哎妈，一靠近就是哎妈孜然味儿，先把羊牵来了，哎呦，是辣眼睛，我天呐，有一股什么味儿，有一股咖喱味儿，辣嗓子，哎呀妈呀，就你知道吗？就是会有这样的，有人是这样的，哎呀妈，辣嗓子，真的是，真的这样。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平时你看不出来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曾经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有一个粉丝，我觉得高学历，然后家庭条件也不错，长得也挺好的。然后他来哈尔滨还是北京忘了，哈尔滨吧，来哈尔滨找我，然后他就是，你知道我跟他吃了一次饭。我才知道他有2点我接受不了，其中第一点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路上，因为东北的路啊都是那种雪地路，然后就是有一层那个柏油，然后上面就是积着雪，然后因为东北就是冬天的时候街道上基本上没什么人，然后他穿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鞋，他全程走路是这样的，妈，我在这坐的不行了。我给大家模仿一下，他走路的时候，就是姿势咱们就不模仿了，但是他走路全是这样走的，就是他走路他是踏着鞋。就是他的鞋呀，我觉得他的鞋底全都是被那个自己走路不抬脚磨的，对，他拖地，你知道吧？他就使劲拖，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那个鞋有1000斤重，他就是抬不起来。东北那个路，你要是这么塌了，那个都是回声，你知道吧？就塌了着。然后你知道我们去吃饭，我觉得这点也是特别中华传统美好的，就是什么品德。我们点了一个大饮料，是一个美年达，大概1.25升的美年达，剩了这么大吧，剩了就是一个1.25升的这个大美年达，它剩了这么一块。要不咱们就喝完呗，要不咱们就喝完，不喝不完了，完了那个拿着，剩这么一大点儿，然后拎着就走。他全程我就不说什么了，他全程就是又拖着地，然后手上又拿着那个瓶子，我的妈呀！你们就想想那个状态，就是，怎么说呢？拎着个瓶子，然后就这样走。就是，哎呀，我真说这不，哎呀，这家庭还可以的，真的条件还可以的，就是哎呀，就是我，这真的是你吃饭了，你见到了。你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样啊？哎呀，没办法，所以就是，哎呀，你知道谈恋爱就是这样，你不见到真人，你真的不知道他咋回事儿，而且有的人他就不上进。但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在深圳谈的恋爱的品质还是蛮高的，就是深圳谈恋爱的这些人吧，
没有特别不正常。你知道我在其他地儿谈的恋爱，我都觉得说啊，但是我还是，就你们现在能懂了吗？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么长的一个长篇大论的一个故事，我就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感情的事儿，长不长久，跟喜不喜欢、合不合适、能不能在一起有直接关系。不合适就有太多的因素，太多的原因。喜不喜欢，无非就是喜欢和不喜欢，无非喜欢和不喜欢有4种可能：他喜欢你，你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什么什么就各种。这他会有很多种啊。所以就是不在一起的原因，真的，而且又五花八门。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在感情里边，你们现在找不着对象，谈不了恋爱，觉得所有的不真诚、不诚恳，我告诉你们的直觉是对的，你们的直觉完完全全是对的，不是你们的问题。相反的是那些就是有对象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啊，你们不处对象，或者说你们不在一起，就是很那个那个很花心、很乱、很不知足，怎么样？那都是假的。我告诉你，他们在一起谈恋爱，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有多少谈恋爱的人，已经在一起的人，你们他妈的就互相出轨了都。你们都互相出轨了，或者说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有一个人在出轨，然后在那块就是忍气吞声。名为我喜欢你，我为你可以放宽我的条件，但是他妈的我就不希望，我就不相信你们不希望你们对象忠贞。我可以这么说，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出过轨，我顶多跟人聊聊骚，对吧？我聊骚，我也是就是那种，我是说看看那里，我不给别人发的。你想看我那里好，我给你找一个网图，我就说那是我，反正你也不知道哪个是我，反正现在网图都不带脸啊！哎，我这样我就又看到了，然后别人也对我有好感了，然后咱们就是说咱们也不背叛，对不对？咱们做到不出轨，咱们想看看怎么了？哎，看看又不掉块肉，你给别人看，凭什么不能给我看？对，哎，咱们就想想，咱们就是家人们，咱们仔细分析一下。你找别人说看看下面，看看那里，他这个时候叭给你发了一个，你千万不要感动哦。他现拍他来得及吗？他现拍他不修一修吗？他现拍不调色吗？但是他啪给你一张，那说明他之前给别人拍过，他给别人发过啊！你给别人看，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看？好，我今天我就要看看你到底给别人发了多少张，你都发给我，是不是？啊，咱们就是看人看到面啊，咱们看到理儿，咱们就是说了解别人这个心思，好不好？看看怎么了？你有这么好的身材，你不给别人看，你图什么？我都替你可惜，对不对？对不对？啊！在这叭叭的，叭叭一下午。小大夫不生气，你聊骚，我跟他说过呀，他不会生气。我告诉你，小大夫特别相信我的一点就是说，他知道我自命清高，对，我不会给他看，我也不会让他看，我也不会让他看我跟别人就是要别人照片的时候有多卑微。
对，就是我什么事儿都可以跟他聊，我没有事儿不可以跟他聊，就我觉得他是了解我的，就是我是自命清高的人，就是我只看，我不跟别人就是说真的发生什么。如果有一天我跟别人发生什么，我一定会先跟小大夫分手。就是我觉得就是感情里边，就是一旦我要已经到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情况下，那我觉得首先是我要给小大夫一个了结，我就是赐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要清楚明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已经爱上他了。就是我已经爱上了那个我想跟他发生关系的那个人。因为我如果说不爱上的话，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实在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对别人的器官会感兴趣的人，我不会，我完全不会。就是我对别人的器官不产生兴趣。我为什么喜欢看？我喜欢别人听话的感觉。就比如说我会命令别人，我是说哎，那个给我看看，然后他要给我看的话，我会心里就会特别爽。爽的点在哪儿？他信任我，然后他就是听话，这个是我爽的点，而不是说我看到那个东西我会很爽。大家都是一样的，我干嘛？我不喜欢看。对，我是 S，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你们不懂，就是很多人不像你们似的，看到那玩意儿就不是，我们不会擦口水，我们觉得脏，谁没有似的，那么小，哎呀妈，这玩意儿还露着，哎，这么大点儿，哎呦，哎呀妈呀，赶紧放好吧，哎，赶紧的，哎，放好，哎，对，我们不会这样，就是你小的话，你像睡尘小的话，你看我从来都不看，不会看的。小蚕蛹，对，痛失韩国市场，对，行了，不是8了，8一下午了，晚上还有个饭局呢。哎，睡神回来了吗？睡神你回来了吗？晚上我要跟那谁吃饭，行吧，不说了。8一下午不说了，大家去那个小茉莉第2集啊，小茉莉第2集其实已经讲好了，就看大家那个弹幕能不能冲到2000，弹幕冲到2000，咱们就提前播啊，要不然咱们就是周日播，每周日小茉莉会更新啊。小茉莉会更新，然后那个弹幕冲2000的话，咱们提前更，好吧？没事就刷一刷，好吧？哎，咱们有事没事去刷刷弹幕，咱们过了2000咱们就更，好不好？可以看了，在这看，你们能看见吗 ？B 站和那个油管啊，没事就刷一刷。第2集我龙二都会出现啊，第3集是我和龙二的专线。就是熬到了前5、6集之后，就是5、6集之后，他其实就看得更明白了。就是前4、5集，前4、5、6集其实都是分支。分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物的专属视角。你看这个剧的时候，你要带入就是这个主角的视角，然后带着他的视角往前去推，不能以一个上帝视角去看。上帝视角看的话，你会觉得少。但是呢，就是你要以一个主角视角，当那一集的主角视角去看，你就看明白了啊。来，就这样，拜拜了，拜拜，就是大概熬到5、6集之后，你就能看懂了。你现在你肯定看不懂。拜拜，去刷热弹幕，拜拜。
拜拜。